迎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这个占卜主题是，我们会连接一下未来这个时空当中的你，1年以后的我想对自己说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卡牌当中帮助大家去连接未来我们的这一个存在，也包括连接我们这个存在。高我的讯息，看一下当时的我们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能量状态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蜕变。那在这1年当中或1年多的时间当中，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转折，我们应该注重什么？那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前来到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那关于这个时间上面呢，有可能1年之后的我们，它并不一定就是完全的当我们看这个影片当下的1年之后的今天，有可能是在这1年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当中但是不管如何，在卡牌当中出现的能量 Star C 都会比较客观的做到客观来传递给大家，希望可以在这样的一层连接和互动当中，也帮助大家去找准我们未来一个阶段短期的一个阶段当中，这1年当中我们的方向，也帮助大家去得到一些信息和信念，希望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频率当中，跟大家的高我有一个更好的对接和连接。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同样在选牌开始之前，我们进入一个简短的冥想环节。大家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或者说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闭上双眼，我们来聆听一下来自宇宙的声音，也帮助 Star C 去连接一下在未来时空当中的大家。好，大家放松，深呼吸，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家调整呼吸，回到我们灵魂的源头。当这个宇宙爆炸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就已经存在。在当下的我们，可以去连接到过去，当然也可以穿越向未来。想象着未来着你的样子。你在向你招手。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外面在下雨正好是接近一个深夜的时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 ，Star C 感觉到跟大家有着更强的连接以及情绪上的共鸣。我感觉到大家有可能在点开这一则影片的时候，带有一丝迷茫，但是心态和你们当时的那个频率是非常平静的。你们接近自己的元神，也接近你们的高我更多。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连接到大家，也感恩这个宇宙。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选牌。那大家睁开眼睛之后会发现呢，面前同样是3组组牌
但大家有可能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能量以及讯息，帮助大家来进行选择。大家可以根据组牌的位置，从左到右是1、2、3的3副卡牌来进行选择。当然了，也可以对照下方的参照水晶柱。好，我帮大家把水晶拿近一些，供大家来进行感应和选择。我们最左边第一幅组牌参照的水晶是 OK 透明的黄色水晶。好，这是第一副组牌的参照物，黄色水晶。好，我们中间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是透明的白色水晶柱。好，透明的白色水晶。好，这是第二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最右边第三副组牌参照的水晶石是透明的蓝色水晶柱。好，蓝色水晶。好，这是第三副组牌的参照水晶石。你的选择有可能并不是你的，对于美的这种观察，比如说它不一定是你最爱的颜色，它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位置，它有可能不是你最喜欢的数字，但是第一眼，当你感知到这些能量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它，这就是第一直觉了，不必去进行联想，也不必去疑惑和困惑，只要有感应，都可以点开来，去抓取一下这当中的能量，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大家可以选择多组。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才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黄色水晶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一副组牌黄色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主题是看一下1年之后的我想对自己说什么。我们会看一下当时我们的状态以及能量是如何的，我们会经历怎样的蜕变，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来自宇宙，来自高我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也可以帮助到选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好，在开始我们的神谕卡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抽牌啊。我们首先抽牌看一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的这个能量状态是如何的？也帮助大家做一个检测啊，看一下就这个验证环节，大家目前的状态、能量和你们真实的想法等等是怎么样的？看一下目前，好，当下我们的能量是怎么样？好，第一张牌 Eight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金币8号的逆位。第二张 Knight of Swords， 好，宝剑的骑士。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大家的状态是如何的？好 ，Page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侍从的逆位。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当下的你们有可能对于目前的这个生活状态是稍显不耐烦的啊。很多时候有可能你们觉得自己已经等得够久了，你们在期待一个全新的成长和改变。最近这个阶段里边，你们有可能灵感呢，还有很多的想法，迸发不穷啊。对，你们一直在迸发那些灵感和很多的对于现在、对于过去、对于未来的很多思索。你们是在一个灵性急速成长的阶段，也是一个灵性成长的叛逆期。你们有可能对于目前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所接触的人物等等，都会有一种无法去合你意的一个感觉。你会觉得周围的人他们无法支援你的能量，也并不是最懂你的。有可能一些朋友迫不及待的改变，所以说你们有可能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从你们的蛹里边伸出翅膀来，你们想飞得更远。我看到你们有可能对待前一阵子很卡的一些事物，包括自己的等待吧，你们会有一种我要么就是放弃，要么马上就要看到结果，或者说对于目前的一个感情和周围人的一个能量，你们多少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对于信任呢，对于两个人的这个灵魂灵性能不能完全的合拍，能不能够完全的走到未来，这样的一丝迷惘和迷茫。
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现在蛮渴望出行的，你们可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被憋闷了很久了。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很期待的就是未来，你们可以去找到你们的灵魂伴侣，或者说和你们相爱的人可以，比如说穿越过环境的物理的距离，或者说背景身份方面的一些距离，能够真正的走到一起。但当下我觉得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确确实实的在一个有点卡的一个阶段里边。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有可能跟自己的灵魂家人和你们的原生家庭的家人呢聚集在一起，那你们其实会对待未来有很多已经固定了的想法，比如说我应该去追求什么啊，我未来应该去怎么做，但是无奈当下有可能会有一些客观元素啊阻碍到你们，所以会让你们觉得有可能你们是在一定的成功或者说一定的一个让你们觉得还算平稳的阶段，但是你们已经不想在这个舒适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平的状态里边再往下去走了。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现在在渴望改变当中，其实这是你们的理智告诉你们的。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并不是不理智状态，但是有可能当下你们也是想要去打破某一种束缚，你们的能量正在变得更高，但同时呢，有可能对于外界的环境以及你们个人的这个能量的掌握度，有的时候是不足的。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最近的情感流通有一点卡，还有就是其实你们很懒得去表达自己，一旦去表达，你们就会有一种很痛快输出的淋漓尽致的想法，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因为一些应激反应跟周围的人去起一些言语上的争端。因为我觉得当下的你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明白你们想要的是什么，有可能因为这一层理解，你们会让自己锋芒毕露一点啊，这是我看到的。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们正在去跟周围的一些不良的人事物做斗争啊，然后你们有可能现在也是一个在好战阶段，有种阿修罗阶段的感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最近在情感上堵住了，还有就是你有可能不想再去等待某一个对你不够忠诚的、不够认真的，或者说无法接近你频率的对象，这些种种的现象，都在告诉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灵魂和灵性正在渴望着一次改变啊，渴望着一次胜利，但同时突破这个阶段有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金币的8号告诉我们，有可能你现在在一个需要查缺补漏的阶段，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稳定，而不是快马奔腾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有火气，有可能外界也会给你们很多冲击、很多困扰。好，最近怎么回事啊？这一副骰子经常会掉到地上啊。好，OK，逃跑了之后，我们再重新起一副，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大家能量是怎么样的。有可能这就是你们啊，你们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平面状态当中，已经不想延续下去了。那我们看到这一副的给我们的能量是土星的金牛的8宫，很多朋友你们在原生的家庭，也包括你们个人的这个财富上面和工作里边有点被困住的状态啊。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最近呢会觉得人际交往是打不开局面的一种感觉，你们会让自己呢就是说在态度上保持一个谨慎的同时，你们有可能在内心里面有太多的想法了。一些朋友在恋爱当中有可能会有一些展现，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言语上的，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什么都通过言语，但是你能够 get 到的更多的信息能量是不足够的。还有一些朋友在感情里边是暧昧的状态，浅尝辄止的，你们现在当下有很多能量是打不开的，拿不出来的。所以你们会觉得对待自己的未来有一层担忧，或者说这层担忧也会让你们觉得你们不在一个很旺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自己处在了一个能量稍显匮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这是能量卡住的一个象啊，好吧。我这边是 Fold of Cups 啊，圣杯的4号。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现在有可能也正在去思索，能够去突破目前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哪里。好。那我们呢，现在一起来洗牌，看一下未来这一年之后，就是说在这个传递信息的时间点里边，这一个出现的你的那个形象是什么样的状态，经历了什么，而且呢，我们也会通过这层能量结合我们的神谕卡，看一下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好吧？首先看一下我们能量状态啊，第一张是 OK，Three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3号。好，看看那时候的我们啊 ，OK，Empress the Earth Mother。好，看到了很多朋友啊 ，OK， 理解了啊，这边是 Harvest， 我看到的是一张世界牌，这张牌是什么 ？Nine of Pentacles。首先我感觉到很多朋友啊，
种种的迹象表明，在传递信息时的你处在了一个人生的丰收阶段啊，有可能是1年，有可能是1年多以后。有一些朋友我感觉到啊，你们终于穿越过了人生的一个雨季啊，我们说雨季那个阶段或者暴雨季，你们在之前曾经比较年少轻狂过，有的时候你们的一些想法有可能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你的直觉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你们也曾经为了自己的成长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由此成为了未来这一个成熟的你。不管男生女生，你们会变成一个女皇牌或者世界牌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你们会处在丰收当中，而且这种丰收是物质上的、情感上的，你会被很多丰盛能量所包围。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已经在感情上有了收获了，还有就是你处在了一个个人的能量的很高的一个阶段啊，完成了之前一个轮回当中的闭环，你完成了之前一个阶段你所受到那些考验呐、打击啊、负面的能量的一些洗礼，这些洗礼都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人啊。那个想传递信息的你呢，就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信息。我感觉到一些朋友可能你们一直在孕育的，比如说事业上的成就和成功，你个人形象的一个确立，还有就是那种让你稳定的，让你可以看到人生当中很多希望和美好的那个章节和环节已经出现了。一部分的朋友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的女皇牌一般都会出现一种丰收啊，或者说滋养大地，或者说孕妇的形象。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备孕的话，那个时候成功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母亲了。还有一些朋友，这个你所孕育的东西，有可能是你的个人的成功，你的理想的达成，你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还有就是你的异性魅力的一个爆棚和收获阶段。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啊，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你会出现在这套卡牌当中，或者说1年之后的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的转折和转换？我感觉到，其实在当下的你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的你在感恩，同时也在像是拿起你们的勋章和你们荣誉的这个权杖，好吗？权杖啊，荣誉的权杖，然后好像是在那个丰收的季节啊，遥望着曾经青涩的自己。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1年之后的你会拿到你的能量，你会拿到你的原始的能量，你的灵魂，你的高我本身在这个世界里边应该有的能量，通过一次成熟的经历，或者通过一次叛逆的就是轮回吧，你把之前的一些业力和你应该做的功课，也包括你之前一直挂心的啊，让你非常困扰的一些事件给解决了。我觉得是一个内心之路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内心戏，有可能之前的一个阶段里边，你一直处在一种伤心的一个状态，包括有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啊，你之前的感情经历会让你有一种你不敢或者不想去推开这扇大门，但同时你又会觉得我好像应该回去了，我好像应该去整理了，我好像应该去回归了。其实外界的一切对你来说并不是有那么大的问题，其实你的内在有可能已经经历过的一个完整的碎裂的，OK，疾风暴雨的，还有就是经历打击的、修复中的、修复后期的一个能量。你们经历了一个完整的阶段之后，会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人。所以现在当下的一些负面经历，并不是一个业力在找你麻烦，或宇宙在找你麻烦。我觉得当下有可能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完全面对这整个旅程当中那么厚重的一个内容。有可能你会觉得上天对待你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太多，你甚至现在很想去保护自己，也保护对待自己很重要的事物。其实我觉得有可能对于这副牌的朋友来讲啊，你们现在正在一个灵魂的暗夜中期，然后这个暗夜会告诉你，你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能量，你将会排斥和你将会离开什么样的人事物，你将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显化和滋养你的生活。好，这是1年之后你的能量。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神谕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得到了什么？我首先感觉到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 storm spirit 啊，你们在这个疾风暴雨的精神里边啊 ，chaos 经历过很多，有可能现在你们在经历这个冲击等等。点开这则视频的时候，你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了。我觉得其实这副牌的朋友啊，整个的这1年对待你们来说有可能并不容易，但是你们却通过了很多很多灵性里边的
或者说3D 世界生活里边不完美的瞬间打开了你们的灵性，你们的脉轮正在慢慢的打开，尤其是你们的3眼轮和头顶轮，你们正在去让自己感受到和看到更多，而且呢，有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会让自己从一个叛逆，从一个对待很多事物那种不公平啊，或者说我不相信你啊，或者说我要打破传统的那个态度，变得更加的温和，你会找到你高我和这个宇宙给你的爱。所以这个牌的朋友里边，我感觉到其实你们在这一个年度当中并不会缺乏机会，而更多的是你们应该如何通过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或者说疾风暴雨的一个状态，去找到你们生命当中最原始的能量啊。好，我们看一下啊，大家的1年之后大家想传递的讯息是什么样的，看看想说什么，好吧？看看啊，这个话语是什么样的，传递给大家。第一张 Five of Swords， 我们再看看啊，你们想说什么 ？Eight of Swords Eight of Wands in reverse。好的 ，Page of Wands。你们有可能啊，这个疾风暴雨有可能是对你们不良好的人事物，有可能你们在工作学习当中遭到了背叛呢，或者说你会感觉到在人际关系里边有一层疏离感，你有可能遭到了小人的暗算，或者说某一种能量的裹挟，或一些朋友可能你们会在感情里边啊感受到一种被冷落的、很失落的一个能量，你们的愿望有可能在短期之内不一定达成，就未来你再说，有可能在当下你最期待的事情不一定达成，但是这些过程里边的人事和你那些失落的愿望，全部都是正在激励你，让你重新的去找到你坚强和倔强的部分，本身的你就是坚强和倔强的。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啊，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的失落，有可能我们也现在觉得啊，往前去走一步，对待自己来讲都是相当痛的，需要很多勇气的一个决定，但是呢，打起精神来，再往前走一步。未来你想说啊，这个阶段的你有可能有很多不完美，然后你有很多天真的想法，哪怕你有可能在众人当中去体现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大众化的，你会用自己很自我的一个方式去特立独行，但是呢，你现在在一个特立独行的方法当中，并不一定是你所有能量的一个体现，真正的你其实是具有领导能力的，找到你真正的能量，有可能并不是在现在这一朝一夕的一个小战场里边，或者说一朝一夕跟你当下这个人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磨合，其实你在跟自己较劲啊。那未来的你是一个 King of Wands 啊，当下你是 Page of Wands， 经过了这一轮成长，你渐渐的会理解，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啊，你是有能力的。有一些事情有可能它跟你并没有缘分，跟你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连结度，你会自然而然的选择去放弃和放下，所以不要勉强自己，好吗？这是第一个讯息。我们继续再看一下讯息是什么样的。King of Swords 啊，来看看啊。Page of Swords， 你的灵魂是有老师的啊。我觉得其实首先，未来你在告诉你啊，有一些对待你不良好的人事物，看似是在针对你，看似是在冷言冷语的嘲讽你，其实他们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老师，是你们这一次灵魂之旅的老师。他们在教会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判断是非对错，同时也在教会你应该去判断一个人的，不能说完全是善恶吧，就他的一个立场是什么样，他的一个特性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最严格的老师。有些人其实或者说啊，你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正在教会你去把握一个时机，然后去真正的去展现出来你的能量和才华。很多的时候，有可能当下你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的被认同，或者说你有可能并没有完全的被理解。你的才华、你的天赋、你的热情，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啊，并不一定完全能够展现在众人的眼中。你会觉得，不管是在考试，还是在一些大的，比如说那种演讲啊、面试啊，或者说应该去展现自己的case， 或者展现出来你自己真正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表现的不够好，但或者说你会有很多波动性，但是我觉得宇宙是有种公平的法则，而当下有可能你的努力还需要再往前再进展一点，你需要找到你的能量在哪里。很多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会遇见你们的一个老师和贵人，他有可能是用暗中的方式在帮助你的，但这一个人其实是你灵魂家族的一个
可以说是比如说师兄啊、师姐啊，他其实是你灵魂家园当中的能够去帮助你的灵魂家人，在未来即将出现。但是他们的这个方式其实跟你想的不一样，他们是暗中帮助的，所以你有可能间接的去学会了很多。那这个牌的朋友，你们自己也在肯定自己的灵性啊，你们自己就很有灵性，也是很有创造力的人，你绝对不会让自己闲下来，以及在一个固定的状态之内，我就选择佛系了，我就选择接受和忍耐。你们现在有很多想要去让自己实现的东西，包括你们想打破的东西，而当下特别是在经济和物质的一个层面，你们有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设想啊，如何去解决某一种问题，如何应该去比如说离开一个在原生家庭或者说你的这个工作和学业当中对你并不良好的一些人事物的能量啊。如果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会感觉到，哎，我有被霸凌到，我有被不理解到，或者说我有被否决到等等，你要一如既往的去相信自己，要像夏天的花朵一样灿烂的绽放。因为在未来接待你们的或等待你们的那一个形象就是你自己，其实是一个相当丰富而丰盛的人。那任何一个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丰盛，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去吸取它的养分，而不是吸取它的负面能量。好吧，这是第一层讯息。我感觉到的就是啊，这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也正在去寻找一个自我价值感，然后你们有可能在一段苦恋当中啊，关于感情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讲，其实是一个业力的考验，也包括其实也是你们在完成自我吧，或者说真正去肯定自己的一个旅程。我们看一下对于感情啊，你们想去传达什么？1年之后的你们想传达什么？对于感情，也包括你们的亲情这件事情，想要传达什么呢？第一副牌的朋友 Four of Cups Sev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一些朋友啊，如果卡住了，或者说你一直很欣赏一个人啊，你很想要跟这个人把关系认真的进展下去，有可能在当下的那个时候，对方呢比你的压力还大。所以说不管你们在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没有啊，感情这件事情是你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去理解一下他所承担的是什么。有可能他自己一言不发，什么也没说，但是他的承载量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那这个临界点会让他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就比如说你们现在在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期待，那1年之后的你想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期待有可能吗？并不是能够让你去完全的达成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反而会变成一个比他能量更强的人啊。无论男生女生，你们在找到你们真实的一个能量，就在感情里边如何运用吸引力的法则，把能量和爱调动到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去听信啊，只是在听对方的摆布啊、安排呀，或者说在听他的想法。你们之间的能量，我觉得你们的接频并不是很好。未来1年的你想告诉你，或者说未来那个时间点的你想告诉你啊，当你成为了一个女皇牌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啊，或者男生你们是 Harvest，OK，你们世界牌，你们会理解到，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那个感情真的是没有办法往前延续的更好，那是因为你在你的频率不高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跟你有可能共频的对象，甚至对方的频率比你还低一点，所以他有可能用自己的恐惧在面对你的时候，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有很多动荡。如果当下你们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当中，你们需要去关注一下你的伴侣，或者说你家族如果没有伴侣的话，就是你家族男性长辈他的一个状态，其实他的状态并不好。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有可能你们会一直觉得，哎，对方不是生活的还不错吗？他在一个还不错，比我更闲适的一个状态底下，他好像蛮有能力的，或者一直以来他想要去保护，或者说用积极的一个能量去照顾你更多啊，等等等等。但其实在未来这1年当中，你会渐渐的看到他的 B 面，他的另外一面，他的阴影层面啊，并不是说阴暗面。你会看到这个人的脆弱，所以在你眼中有可能在恋爱的当下，或者说暧昧啊，你们有连结的那个当下，你会觉得一个很有权威的、很有自己想法的，或者说应该去主动强势把控这个感情的人，他会展现出自己非常脆弱的一面，而需要你的认同和帮助以及包容。如果你真的盖到这个频率了，有可能你会调整自己的频率到一个更高的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你用爱和喜悦的方式去感染它、融化它，而不是让你们的关系处在一个两两竞争，同时也会出现很多
在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为了面子啊，为了很多问题不想去修复这个关系，最后变成了一种挣扎，变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连结，然后变成了去拿出自己的弱小的一面对待对方的啊，尤其是女性的能量，你们的 divine feminine， 你们的神圣女性能量其实正在觉醒和复苏啊。也就是说，其实拿到这一层能量的你们，才真正有可能在感情里边给你和对方的感情一次机会。黎明就在眼前，很多人我觉得是半年之后啊，能量场是什么样的？半年之后，你们在感情上也好，你们在事业里边也罢，有可能你们会真正的放弃一些不属于你们的方法、方式和能量，但是你们会找回的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能量，拿到你们的魔术棒和你们的权杖在手上。感情这件事情，你们需要正面迎敌啊！如果你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比如说断断续续的连接啊，甚至你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情敌，你能不能在感情里边真正的得到同等的回馈？一些人你们已经等累了啊，你们时时刻刻都想甩掉包袱不干了，但其实啊，属于你们的真正的全盛时期还没有来临。但这个牌并不是告诉你要忍耐，而是你要积极迎战。当你看到了或你感受到了一些有可能会存在着冲突性的变化性的一些频率的时候，真正的让自己打开你们的能量场。当你不再恐惧，比如就单纯的只是我不怕，好，闹就闹吧。好，如果你要真正的去决定什么，你就决定吧。这个时候的你其实完完全全的拿出了你的气场，反而你会让对方觉得你的魄力和勇气有可能来自于你在事业上，你在人生当中的某一种开拓，这都是有连带作用的啊。一个人的事业或者他某一件事情做得很好，连带性的他能量变得更强了，他的情感、他的吸引力、他对待财富的吸引和人的感情，也包括同事情啊、朋友情、家族情的吸引力是更强的。如果你们想问1年后的自己，这个人我该等吗？我选对了对象吗？在半年之后，你自然而然会有答案，因为半年后的你和他会出现一个能量的对调，不是你在等待他，而是他反而要去迁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你们两个关系不破不立，你需要让自己治愈好你内心中的伤，不管是来源于你的内心小孩，还是来源于你之前的感情经历的，你要让自己真正理解，你是一个完全值得被爱的人。其实男生女生都一样，当你成为一个完全被爱、值得被爱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关系里边自信且有主导力。不管这个主导力是我要主动也好，还是说我要去关心对方更多也好，你不会拿着你的付出变成一种我要去裹挟对方的一个条件，你会真正的孜孜不倦的去付出。原因就在于你有太多能量了，就像是能量支持一样，你会让对方感觉到你是那个在给的人。Six of Pentacles， 你是在给的人，但是给的人更富有，你给的越多，你收获的就越多，因为不断去索要的人，他们才是内心更加贫瘠的。这个不是一个心灵鸡汤，是真正能量上的一个法则。所以 Starcy 看到什么要传递给大家。还有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高级女祭司 The High Priestess，这是一个真正理解和明白自己要做什么的人，这是你们的直觉和你们的人生使命目标吸引你们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朋友，你们需要在满月的时候调整你们的负面能量和许愿，你们需要在未来这半年里边坚持在满月的时候去做一些灵性上的功课，把真正的你们找回来，而不是封印它。你们的能量非常强，但是现在你们有可能和自己的原始能量还处在一个断联阶段，好吧？很多人，如果你们想问的是我跟这个人能不能断联呢？能不能复联呢？我觉得其实啊可以复联。那复联这件事情有可能在半年之后发生，有可能是突然的一个机会，有可能是突然的一个讯息啊，把你们就拉回到对方的世界里边。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你们之间的沟通，你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你们之间解决问题的能量在后边，所以这其实只是一个能量场的开始啊！如果你和这个人有缘的话，他必定会跟你复联，而且不管是谁先主动的，你们必然会想起对方。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人他在想你，但是这个人他无奈自己当下的一个地位啊、身份啊、状态啊，有可能这个人他自己本身也在经历这个 chaos， 有可能他经历自己的一些问题 ，OK， 自己的混乱期。但是如果你们是灵魂的伴侣，你们是灵性上的伴侣，你们肯定会走回对方的世界，拿出丰盛对待丰盛，好吧？这也需要你们同频。好，所以调高自己的频率，而不是调低自己的频率，也是这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需要的。
事业层面上，或者说金钱层面上来说啊，这个牌的朋友，未来一年的你们想说的就是一些事情，你们的希望越大，有可能你们的失望越大。但是呢，其实你们的一些付出会在你们不经意的时候得到回馈。也就是说，有一些人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啊。什么时候？半年到7个月之后，你会突然的看见很多机会涌现。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你遇到的一些竞争啊，你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合作上的，还是工作上的一些竞争，会激励你，让你越挫越勇。你会真正的站起来打，而不是说让对方把你压制到一个角落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转变自己的一个态度和风向，比如说之前你一直在用这一套拳法，或者说这一套武功来打，你会真正的转变自己的方法和招式啊，让对方有一种猝不及防的感觉。我感觉这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竞争力挺强的，还有就是你们的吸金能力很强。但是投资这件事情，你们往往在下半年要去多关注一下啊，不要让自己太沉溺于投资当中，而是你们需要去瞄准一些新鲜的事情，你们正在去开拓的一些事情去做，这是你们的人生使命。如果你们一直沉迷在被动收入，或者说，这就是简简单单只是金融这一块、投资这一块啊，并不是说你们做不好，你们能做好，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你们理想中的一个回馈。哪怕你们得到了这当中的回馈，你们会觉得自己的能量并没有完全体现，你们的价值感就没有办法去真正体现出来。所以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多角度的发展自己的人生。和你们的事业以及你们的整个的职业生涯，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新鲜的机会，让你们去进行挑战。这些新鲜的机会有可能来自于旧人，所以说未来一年之后的你会告诉你，注意一下你并没有看好的，或者说不经意到达你身边的讯息和一些人事物，不要再跟你旁边的人进行一个长久战争和鏖战。你可以战胜，但是你付出太多的能量换来的结果却是不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平衡，就我付出了太多啊，战胜了又如何啊？自己有可能也自损了啊。OK，自损了5000，好吧，伤敌10000，自损5000啊，这种感觉啊，就一半一半嘛，这种状态，好吧。所以说呢，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在事业上多留意一下新的机会，你们有可能将会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事业上的奋斗者呀、领导者呀，或者说商人。我看到很多人，你们是做自己的 business，或者说有那个领导才华在身上的啊。好，这是1年后你给你传达的整体讯息啦。第一副牌的朋友有没有 get 到这当中属于你的能量呢？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连接。好的，我们最后来分析一下其他的神谕卡，看一下我们这一年当中的积极转变是什么样的。首先看这2张啊，对，这张牌没有看到啊。首先我们抽到这张Map Oracle， 抽到一张 OK。Golden Palace， 黄金宫殿啊，你们在这一年当中会出现机会，而且它就是你人生当中必定的机会。一些朋友，你们满月许愿的话，新月就会出现机会，然后新月里边你们可以去把你们想要实现的东西拿出来，给宇宙看。而满月的时候，你们需要把情绪和负面阴影和你们的 shadow 啊拿出来晒一晒。你们将在未来这一个阶段里边达到一个内心真正的丰盛。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黄金宫殿呢？Golden Palace， 黄金的宫殿是你们灵魂家园的那个家，这就是你。所以说有些时候物质上的外界给你的丰盛并不是真正的丰盛，你们有可能并不在乎特别有形的东西，比如说我有多少存款，我这个今年的进账怎么样的。相反，你会变成这件事情的源头。只要你真正的去 access 到你的这个，不管是阿卡西里边的能量，还是说最原始的你的高我的能量，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无限拥有力量的一个 strength 啊，力量的神或者女神。很多人你会真正的去找到这个能量的源头，所以你会自动的变成那个显化的，比如说你是那个磁铁，你去吸引机会，吸引爱情，吸引丰盛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多机会啊，这个牌的朋友，其实机会有可能都是宇宙为你准备好的，所以还是在你有可能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准备好的时候一个显化的阶段里边，突然就出现了一些机会给到你们，而你们呢，其实是在大胆去挑战的。我们就居然抽到了这狮子和猫咪嘛，这个牌当中 strength 是小狮子，这个牌当中是猫咪，但是它们都是橘色的。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猫科动物对你们的财富、感情会有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啊，你们可以多去接近这些猫科动物啊，金黄闪闪的这个橘猫，对你们来说是很有那个疗愈气质的。一些朋友可能你在养猫咪，好吧，养猫咪、养狗狗都有可能。你的高我告诉你 I will pray，
请你去许愿，许给星星啊，请你们去许愿，你们周围的动物指导灵会帮助你们连接到你们的愿望。更多的时候，你会在愿望当中实现愿望的过程里边，你会感受到你的能量场、你的脐轮和太阳轮，就那个金黄色的光在你周围能够去打开，而且你会变得更加有安全感、有自信心。很多人，你们在这一年当中的形象和气质变了很多啊，这个形象和气质来源于你的气场强大，所以你们不会再在意外界的目光啊，就有可能之前你们是啊，比如说走的是一个甜美卦、绅士卦，或者说保守，但这个一年度里边，无论你们的穿着是什么样的，你们会彰显自己的气质，你们会更加的不羁。我觉得其实你们很容易成为众人的中心啊，如果你们改变自己的发型啊，改变自己的一个着装啊，有可能这个过程里边你们也在找到自己啊。一些朋友。你们和猫科动物好有缘分啊！还有一些朋友去显化你们的力量，很多时候你们需要去接近内心小孩真实的自己，去拿到你们的能量源，你们自己就有这个能量源，就在你们的那个太阳轮附近那个黄金能量场，所以在显化的时候多去想象你在那个橙黄色、金黄色的那个光当中啊，你的光遍布整个房间，然后再把光送还给宇宙，送还给你的高我，从而让这个光得到净化的同时，也让宇宙看到你的能量在哪里。你是具有能量的人，你们一定可以打开这扇能量大门，好吧？气场在变化的同时啊，你们会发现，哪怕这边我们看到storm spirit， 你们会看到暴风雨，但是 OK， 这个卡牌告诉你什么 ？It's not an emergency， 这都不是一些大不了的事情。有可能一开始你会在想，哇，是不是要完了，天要塌下来了？但是你的高我和宇宙在告诉你，或1年之后的你在告诉自己啊，这个病人也是你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可能现在你会觉得啊，我的健康是不是要出现崩溃呀？我最怕的这个事情，比如说财富的匮乏会不会到来呀？我和这个人的关系是不是要完的？不会的啊，很多朋友，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些风雨欲来的感觉，只是你的一个感觉，一个幻象而已，它只是一个幻象。真正的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们是被很安全的保护着的，你的动物指导灵在保护你，你的高我在保护你啊，还有你的祖先在保护你。就这牌的朋友，当你打开了你的这个脉轮，当你修复好你的脐轮和太阳轮，你会发现你的顶轮也打开了，你和宇宙的这个连接就来了。所以这也是让你去相信你和宇宙连接的一个过程，非常的神奇和奇妙。所以什么事情都没有，你是安全的，好吧？多美好的一个讯息呢。好，这个牌的朋友，最后我们抽一些神谕卡给大家吧，抽一些天使卡给大家，好吧？看一下啊，无论是在感情里边，还是说在我们想要去看的各种问题里边，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啊？好，首先天使卡，我们抽牌，我们帮大家抽出2张，好吧？你们可以去问 yes or no， 你们可以去问一个建议，你们可以去问一下何去何从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问题，看一下天使在跟大家讲什么。这是第1张 ，OK。看一下我们的天使跟大家在讲什么。好，第2张已经掉出来了。好，大家呢可以想一下你们的问题，然后Starcy 帮大家去连接一下天使，你们头上笼罩着你们、保护着你的天使啊，看一下他们想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讯息，什么样的 message。好，第1张、第2张，选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开牌。最左边的一副牌的朋友，天使在告诉你 helpful people。会有贵人来帮你，这个贵人是你灵魂家园当中的老师啊、兄长，或者这个人他有可能是那种偏向长辈的能量，哪怕他比你年轻，你会感觉到他身上会有那种偏向于老灵魂的气质啊，就像是你可以信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也有可能是你的感情对象。无论如何，如果你们现在很需要帮助的话，去连接你的天使，让天使把你的贵人带到你的身边，因为天使他是你们的灵性啊，你们跟高频率正最好的一个对接的疏通的源头，而且你们在被天使爱着，天使自然而然就会把你们需要的资源、人力、人脉、能量带到你的周围，你们会得到贵人的帮助，这个有可能是天使，有可能是你的指导灵，还有就是帮助你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到来。很多人，这个人也算是你的家人啊，火星的巨蟹4宫，有可能是你的家人，有可能是你长期合作的，仿佛家人一般的伙伴。还有就这个人他会突然出现啊，在你
在你很心急的时候，在你自己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啊，这个保护能量一下就来了，就让你们会觉得哇，我突然在下落的那个过程当中，在下滑的过程当中一下被接住了，因为你们是安全的，所以请你去跟天使祈祷啊，祈祷，好吧？好，这是第一副卡的朋友。好，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副，能量是什么样的呢？好，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好 ，OK，peaceful resolution。很多的朋友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啊，你们有可能现在会觉得哇，我在一个冲突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雷电啊，这种风雨欲来的感觉啊，有可能对你们来讲啊，就是这是你们最不想面对、最想躲避的一些问题，但是天使在告诉你，你会收到一些真正的神圣能量的帮助和支持，真正的把你当下最担心的啊、最怕的，或者说最没有头绪的一些事情，整理清楚。OK，resolution，它是一个决定，它是一个坚决而果断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你在一些有可能你们是那种偏向于在一些小事情啊和一些事情没有发展和发生之前，你会很凌乱呢、你会很怕。但是当这个事情真正到来的时候，你会相当坚决而坚定的、主动的、果决的、果敢的去把你当下所面对的一些情况化解掉，这就是你们身上这个女皇和丰收的一个能量。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啊，天使会告诉你，任何你担心的一个事情，都会有一个平静的、完美的，而且可以让你感觉到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一个暴风雨过去的彩虹出现的一个能量。你们的天使是彩虹的天使，在告诉你，你们会得到一个平静的解决。那这个时候，你们也跟随自己的直觉和理智就可以了。天使这同时也在告诉你啊 ，It's not an emergency，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情，不是什么急事情，也不是什么可以让你去。比如说，面对的那个最差的情况，有很多人这有可能来源于你们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来源于你们的朋友，或者说你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你会很怕。但是无论这件事情它会不会到来，每个朋友不一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时候，当你拥有了坚定和向上的勇气的时候，你就是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主宰，你自然而然的，不管是下雨刮风还是怎么样，你会给自己和你的人生展示出这个彩虹，这就是你会得到的，这就是你真正的 strength， 你真正的力量，好吧？OK，那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就解到这里了，非常感恩跟大家有这样的能量连接。然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啊，未来这一年度当中也是你们的觉醒之旅和你们真正找到自己的一个旅程。然后相信自己，也相信你们的指导灵，相信你们的高我和宇宙。相信这一切会有一个相当完美的，也让你们真正在内心里边达到你们的能量。OK，能量一个高峰值吧，不能说最大值，因为有可能你们在未来还有很多无限的一个旅程可以去探索，但起码在传递那个信息的当下，你是坚决的，你是被保护的，你是感恩的，而且你也是完美和丰盛的，好吧？OK，那我们就读到这里了，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白色水晶柱的朋友们，颜色比较透明啊，和这个桌布已经融为一体，所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二副组牌，白色水晶柱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超时空的连接，看一下1年后的我想对自己说什么。未来呢，这1年之后我当下传递信息的时候啊，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模样，蜕变的时刻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注重什么？最后我们也会帮大家来看一下宇宙、高我和天使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选到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们。好，那在开始我们的神谕卡和整体的分析之前呢，我们帮大家导入一个验证牌的环节，来看一下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大家当下的这个能量是什么样的？当下点开这则视频，不管是什么样的时间啊，这是一个无时间限制的 timeless 的占卜，看一下大家能量是如何的。好，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当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呢？好。这边是 Eight of Swords in reverse 逆位的宝剑8号，我们继续再看一下能量是如何的。哎呦，出现好多牌哟！我们首先看到是Seven of Swords 宝剑的7号，
再帮大家抽一下，最后一张是什么？第二牌朋友，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 Princess of Swords， 怎么这么多风象的元素啊，宝剑的元素在这个当中啊？Justice 一样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能量了吗？大家是风象星座的人吗？天平、水瓶、双子座啊，或者是你们星盘的什么月亮上升啊、太阳啊等等，在这个状态当中啊，在风象能量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当下能量是。你们首先很好奇今天的这个能量是什么样的，你们肯定是在当下也在去进行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今天这个牌里边的能量可不可以复合到你们目前当下的一个想要去听的一个讯息，还有就是你们正在去找那个属于你们的能量讯息是什么？当下你们在打开你们的第三眼，打开你的三眼轮和打开你们的耳朵。首先，这是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大家会说，哦，谁看那个占卜视频可能都是如此的，但是你们格外的灵敏，你们会得到的讯息几乎都是属于你们的，这是 Starcy 感觉到的。还有一些朋友啊，人生状态、当下状态。你们很聪明，你们正在汲取很多很多的信息和养分，想让自己离开一个对你来讲不太平衡的缺乏一个 balance 的一个状况。你们想让自己去找到之前一个阶段你想要去寻找到的，不管是内心中的真理呀、公理呀，还是你们想要去回复到了一个平衡的人生状态。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work-life balance 啊，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个平衡，或者说你们在跟人接触当中，你和对方付出的一个平衡，或者说你们很希望自己在公众里边也建立一个相当好的公众形象。有很多这个 influencer 啊，就是说你们有可能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是比较活跃的，你有可能会曝光很多消息和取得很多消息，这样的朋友都会选到这一组。你们的形象和你们的聪明才智都是比较过人的。还有一些朋友，其实在当下一个阶段，你们有点过敏感，也就是你们的头顶轮、三眼轮和喉轮呢，OK，都处在了一个比较活跃的状况里边。当下的生活状态对待你们来说，你们很希望有新鲜事件的发生。还有就是，如果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你们很希望能够有一层更高的突破，但你们也正在去调整自己和找机会。有的时候你们有可能会偏听偏信，还有一些时候你们有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和不太确定自己能够去得到的某一种能量状态是不是完全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走。你们会对待自己任何的理性的想法和感性的想法都会有一层评判。你们是一个爱好怀疑的人，也是一个多疑的人，但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能量。我们说以前有一些君王非常多疑，但多疑其实完全是他们聪明的一层保护。对待你们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们对待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的去沉浸其中。还有就是你们也很聪明的正在去调整自己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更好的一个位置，取得更多的能量和资源，让更多的人来爱你们和关注你们。有些朋友你们最近有可能会有一些争吵，或者你们最近有可能会有面临一些局面，让你们觉得你们必须去调整。但是其实当下我感觉不管之前一个阶段里边你们是不是会有一点受伤的，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在当下你们也正在去帮助自己进行一个回复和复原。金币的皇后Queen of Pentacles， 我需要2张牌去确认一下你们的能量。你们不会让自己僵在原地，你们不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劣势如果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被动的，不管男生女生，其实你们的心里非常有数。对待你们目前处在的状态，你们个人能够去得到什么，你们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1年后的你是什么样的，你都非常有数。所以来选到这一排的朋友不管是当下的验证牌，还是一会儿我们会去抽到的这个未来一年度当中你的能量卡牌，几乎会跟你想的很相似。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已经大约理解了，就这1年里边我要做什么，基本上已经被你敲定，也就是你正在按照你的人生所制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去走。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很安稳的人，还有就是你绝对不会让自己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处在危险和劣势当中。有些人你们其实已经在人生的一个平衡时期了，或者说可以滋养自己的一个时期，也滋养周围人的一个时期。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的事业处在了一个蛮平衡的状态，你们有自己的团队，你们有自己的很有经验的一个能量，还有就是如果你们是学生的话，你们的学习能力也变得很不错。所以其实在人群里边你们出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很多人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底轮和你们的脐轮在前一阵子有可能修的还不错从去年的10月开始吧，或者说从
上一个年度开始，我们要说好多个月之前了，追溯起来，其实你们也正在去调整和修养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你们会爆发出这种吸引力，或者说你们会吸引到很多优良的能量来到你们的世界里边，你们就是你们事业的中心点，还有就是你们有比较好的财富指数和事业当中的这个能量指数。如果之前你觉得没有的话，你正在让自己去突破。很多朋友，你们在经历年下恋情啊，当下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如果是女生朋友的话是年下，如果是男生朋友，有可能你非常注重的和关心的，以及你瞄准的是那种相当优质的对象，不管年上年下，就不管男生朋友你去瞄准对象什么样的，他一定是内外兼修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很多人你们心里就是有人了，然后女生的朋友也会出现某种土象的元素啊。我感觉感情里边也好，生活里边也罢吧，你们现在有可能出现的这个能量状态是很想让自己守恒，就是我要这样往前坚持下去到我的那个目标点。所以你们其实是很坚决、很坚挺的。有一些朋友啊，你们会觉得感情如果处在一个长期的暧昧拉扯，或者说不远不近的状态，你甚至会觉得我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姿态，我可不能受到对方的任何风吹草动的影响。所以你们现在处在一个感情的被动观察时期，互相观察，已经有人有一种不像是暗恋，但是对你怎么说也是有企图的这种感觉在你周围。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恋爱关系如果不是在稳定阶段的话，你们目前很希望的就是能够去抓到一些蛛丝马迹，让自己在感情里边处在优势，而不是处在一个蒙着眼睛什么都不知道的劣势。还是一句话，这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的心里是很清晰的，对待你们的能量，对待你们当下的、过去的、未来能量都是很清晰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很透彻的这种类型，好吧？OK，然后你们也很聪明，可以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一个能量场当中啊。OK，很聪明的一组。好，我们看一下未来一年啊，这一年之后，大家传递这个信息的你啊，当下处在一个什么能量场？我去 channel 一下大家的未来，看一下啊，这个来到卡牌当中想要传递信息的你，什么样的状态？第一张还是一样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也出现了这张 Three of Swords 啊，宝剑的3号，我们看一下啊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好吗？我们再看一下啊，一年后的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传递了这个讯息呢 ？Seven of Wands in Reverse。传递这个讯息当下的你，比如说，哎，我突然想跟过去一年中的自己，我突然很想那个之前的自己，我很想念他，我很想去连接一下，或者说，如果当时我能够得到一些讯息的话，我应该会这样说啊，有这个起心动念的你，是在一个夜晚。那个时候你很静，然后你有可能会有一种有点伤心的一个情绪，这种伤心有可能来自于，比如说夜深人静了，你会有点 emotional 啊，或者这种情绪的起伏，特别是在满月的那个阶段里边。还有就是你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有一种无力感，你很希望就是得到自己的能量，你会追求过往，你会翻看自己以前的一些照片，然后去给自己一些讯息和力量，去支援那个当下的你。所以说在那个一年以后的你传递信息的时候，是渴望从自己的源头里边拿到能量和拿到真正的直觉，帮助自己的时候，你会在心里边给自己很多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其实比现在还具有那个灵性上的能量啊，你有可能明白了你经历的一些事情的起承转合是什么样的，你明白了业力和人生中内在的一些元素。很多人你们最近就是在挑战，在走过一些业力的过程，所以呢，你们有可能在矫枉过正啊，再看一下以前的自己，哪一步再怎么走，你有可能那个时候也会多少会为了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有点后悔，或者说担心，或者说你会真正的像是一个长者一样去对待自己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也包括未来。所以我看到那是一个满月的晚上，你有了起心动念，你有了一个愿望，是想要去连接之前的自己。你看了照片，你也去就是说连接了自己的未来，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会出现这样的一组能量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蛮懒得动的，还有就是那是一个深夜你失眠的时候，再有就是在那个过程里边，你有可能是在为你的感情，或者说你的亲密的感情对象和家人，或者说合作关系，
有一种思恋的一个感觉。说实话，1年之后的你或者说1年多以后嘛，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啊。在那个时间点的你，有可能对于感情和人生当中你正在去或者说你曾经激烈追求的某一件事情，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你甚至会从那个感情的，比如说之前一个很上头的一个状态走出来，你的内心仍然是有爱的，甚至这个人他有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啊，就在你当下你的那个身边。但是你突然就会觉得，哎，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对于灵性的和人生的深思。这个就是你。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所看的问题不只是1年的，你们看的问题是过了很久以后那个你，或者说无数个时空平行的时空里边的某一个你再去给你的一个讯息。我觉得你们会怀念以前的你，就是怀念今天的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你身上有很多朝日一般的能量，你曾经闪烁过，跳跃过，你曾经不是那种老灵魂的状态。有些朋友会问了，哎，为什么我过了1年我变成一个老灵魂，或者说我变得这么无生气啊，就那种感觉。其实不是的啊，你们变得更加智慧了。就像你现在对待你自己的小学时代，对待你的童年时代的某一个日子，你会突然有这样的一层像是长者一般的啊，就是来自你高我的能量，你会连接到你高我的能量去对待自己，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思念自己之前的某一任啊，有可能不是你当下那一任，或者说某一个你正在热烈去谈恋爱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的你，其实哪怕心中带的是爱的，更多时候是理智，是在人生的业力里边要去学习的一些东西，给你的智慧。你有可能会对身旁的某一个伴侣有一种失望感，因为对方有可能在灵性上达不到你的要求，甚至也没有在关系当中去给你很多努力，给你很多支援，特别是女生朋友。你会感觉那个当下在爱着的自己是相当可爱的，你也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你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反而不爱了，就不管这个人在不在你身边。我看到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没有失恋，但是你们会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在感情和生活里边处在一个有点迷茫和困惑的时期，你很希望找到能量，但说实话那个时候你的能量好吗？Queen of Swords， 你的能量很好，不管男生女生，你们完全明确我想要去做什么，我想要说什么，你们在真正的传递信息啊。不知道未来有一天你会不会突然，晚上睡眠呐、或者说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去年这个时候在干嘛？哎，我好像在去年的某一天，我好像做过这个同样的事情。你会非常清晰的把这个能量告诉自己。有很多朋友，你们好像在插花，你们好像在厨房，你们好像在自己去整理一些东西的时候，突然有了这样的一层想法，想到了自己，想念自己了，好吗？OK，这就是我看到的啊。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对于你的伴侣，对于你身旁的最亲近的人，有一种，哎，就这个人让你有一种无奈感，有点失落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会突然的回到自己一个纯粹的精神世界，跟自己对话。好吧，我感觉很多人你们周围是有人的，你们周围不是有感情对象，就是有家庭中的人。总之你们不是孤独，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你们需要一个纯粹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在深夜，而且是满月的深夜，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们会思考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这1年中整个的一个过程，好吧？好，能量看完了啊，好。我们从现在开始帮大家传递啊，1年之后给大家什么样的讯息，好吗？我们先看一下讯息方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再读神谕卡，好吧？好，那个深夜的你，那个夜晚的你，那个有一点心疼自己的你啊，或者说为了某一件事情，有一种回归自我的那种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状态，就是我突然回到了我自己身上那种感觉。他想说什么？好，那个你想对自己说什么？OK， 曾经的我们啊。我要用第一人称吗？anyways， 大家自己去接受一下这个能量啊。OK， 我不要用第一人称了，这样的话我会变得更客观一点啊。Stars 要客观一点。曾经，你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你有很多梦，但是在每一个梦你看到的时候，有可能都是你梦想的形态，而不是真实的。当你真正接近了真实，你就经历了一个人生的蜕变。你会发现，你觉得很有趣的人、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会突然的失去一个兴致。
这个过程里边的你有可能是关于感情的，也是关于你人生当中很高的一个理想和目标的。很多时候你不去尝试，有可能还真是没发现。有一些事情那是一种疯狂的狂热，不管是对待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情，有的时候那是你前世的经历给我们的一种业力，让我们不得不去追随。很多时候对待你们来讲你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在放弃放弃了一个让你有点心灰意冷的能量。那个时候的你并不是说我被放弃，而是你在主动去放弃什么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层省思。就是人生里边你还会有很多新的章节，但是之前那个章节整个的一个篇章已经完成了的时候，你反而就会有一种真正的总结感。那个时候的你正在总结，在告诉自己之前我们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想要去经历的事情，反而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而一些我们没有去察觉到的更多的希望在未来，在远方。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满月的一个能量，我感觉你们受到月亮的能量的吸引，你们会有很多情绪化，你们有可能会流泪，你们有可能在心里边会去心疼，想要去抱抱自己，这也是你在去安慰自己内心小孩的一个动作。有很多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真正的体验和体会到了这个过程的你是多么的让人心疼很多朋友你会不再去关注周围的人事物，而是只是关注你自己，你会发现哇，我撞得头破血流的这个一个阶段里边，我最应该去嘉奖的，最应该去承认的，最应该去爱的就是我自己。你们会爆发出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是第一个讯息。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今天抽到这个牌 Heal the Arch，你们在那个时候很想治愈自己，也包括你们有可能真正的把自己的内心小孩我觉得你们内心小孩是冲突的、冲撞的、叛逆的这种状态拿出来，你会真正的把这个过往的一些事情给你的一些影响正视出来，这是你们做这个 shadow work 的一个过程。所以有可能这个未来的一年的你，想要在今天这个占卜当中也告诉自己，是时候去做一个 shadow work， 你们是时候去做一个阴影工作了。疗愈自己，拥抱自己和拯救自己的时候已经来临，而且不要让自己去沉溺在那些虚幻的希望里边，因为你的希望越大，你就会发现，特别是一些事情，你用了很多方法、很多方式去接近一个人、接近一件事情，然后你也用了很多心思，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让你觉得，好无聊好无趣没意思了。拥有了反而会很想要放掉它，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的比较白，就这样，拥有了反而想放掉它，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用了这么多努力，用了这么多聪明才智，我却觉得，好吗？这个事情已经可以到一个收场的阶段了。所以今天我们抽到一张 Karmic 业力牌，为什么是业力？你在走你人生中的一个业力轮回。现在在看这个视频的当下，你有可能没走出来，所以你们还想争取什么？你们在很大程度去吸引，要么就是一个工作，要么就是一个人，要么就是你想要去吸引一个很立体的事情。我美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来到你的生活，但无论如何，未来的结果有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但你永远都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们如果是女生的话，你们就很像那个 Gone with Wind 你们很像那个飘里边那个斯嘉丽你们很像她，就是永远都有自己的追求当你们喜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无限的去努力。你们会去把控，你们会去控制，你们会用自己所有的聪明才华，而真正你得到了，你反而会觉得，然后呢？明天呢 ？OK，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你不管你失去什么，你未来会重新争取，而不管那个时候你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有可能和之前的你都不一样了，但你还是会有无限的勇气去争取，这是你业力要去学习的。这个不是说你业力里边不好的一个过程，相反，我觉得其实你们走在一个正向的业力轨道里边，而且这是注定要发生在你人生阶段里边的一次学习。所以未来你在告诉自己，你学到了，你学会了，你拥有了全新的开始，以及你给自己在一个迷宫里边终于找到了一条路，你走出去了。很多朋友其实你们的能量源来自于大地，你们跟大地之母的连接很好，那大地的母亲其实也很爱你们然后再通过各种的方法帮助你们，让你们得到信息，去疗愈你们，去抓住你们的重点。所以那个阶段你的重点其实是什么？你非常需要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就治愈自己的某一种伤痛，这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因为你的某一种伤痛和你之前的内心小孩、原生家庭、感情经历给你的某一种创痛，你要去很大程度去把控什么，争取什么，或者说你们甚至想要用一些
轻盈的技巧去接近什么，等等等等。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可以成功和胜利，但是然后呢，他的意图，他的原因来自于哪里？对待你们来讲，这是你们非常需要去正视的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说正视它就放弃它，你可以去继续去把它抓在手里也好，你继续去经历整个阶段，但是你在那1年之后肯定是会有蜕变的，你会从一个死神牌变成真正的女祭司，而不是这个逆位的。当下的你想告诉你，就是之前你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你会有某一种不理智，你会偏信一些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你才真正的会告诉自己，我经历过了，我全部都看完了，什么伎俩啊、花招啊，还有就是感情对象里边对于我们整个人生态度的那些转换吧，等等，你会发现其实对于你来讲，欺骗也好，被欺骗也罢，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你会找到你真正想要的。这是我看到第一层能量啊，好，这是第一句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说这是整体方面，我们在整个的感情方面吧，因为我们就是从卡牌里面要去连接到的感情和生活状态是比较多的。感情里面我们再去看一下，好吧？未来1年以后的我们，对于我们目前当下的感情啊，以及我们目前的问题等等，给予什么样的一个OK message。T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Queen of Cups in reverse。好，去看一下啊。Knight of Pentacles, King of Wands, Four of Pentacles in reverse。好，有很多人你们在感情当中啊，没有对象啊。单身的朋友，你们有可能要经历2个对象才能到自己的正缘啊，两个左右吧 ，OK。然后我感觉有一些朋友，你们现在有可能就是在那种非正缘的一个能量场里边，就是这个人他无论和你怎么样，其实你就会觉得自己有可能都并不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你真正要的这个人了。特别是一些朋友，你们的情绪是很大的。一些朋友，我们刚才说风向挺多的。那从这个很多月亮牌能量里边，我也看到你们有很多水象的，这个双鱼啊、巨蟹啊、天蝎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呢，如果人生里边那些让你觉得曾经就是蛮金光闪闪的，像彩虹一样灿烂的人儿啊，等等等等啊，让你觉得其实很有趣的人，反而过了一个阶段就没有那么。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有能量和靠谱了。相反，你自己不抱期待的一些人，反而会对你极有热情。这样的人有可能是可以跟你去建立一个长久感情的人。感情里边一定要注重一个问题啊。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想告自己的就是 trust issue， 你们需要真正的看一下什么人是值得你信任的，什么人不是。还有就是在这个感情阶段里边，有可能你们自己你们很有吸引力，所以你们周围永远都不缺人，但这些人其实过了一个阶段就不再是你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了。过了一个阶段，你就发现，哎，这个能量为什么一直在波动？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好像在很多人当中去选，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灵魂成长有可能就是在感情里边就要经历很多。再者就是其实。对你们来讲啊，感情这件事情是你要找一个跟你真的是登对的人啊。我们看到国王和皇后牌啊 ，Emperor and Empress， 也就是说，真正这个对的人，他一定在未来会到来。但是，在1年之后的你，有可能还在等这个人，还在等那个对的时间。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经历了一些失败的感情，甚至是marriage 婚姻关系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你不再主动的、无法争取的人，你一定要去要么就是情绪化的人，你一定要去警示一下，不要让这些人把你能量带走，让你执着在这当中，遭到了感情当中情绪里边的这种 PUA 和拉扯。很多朋友。你会找到一个跟你非常登对的人，这个就是你的正缘和你这一生一世的那个灵魂的伴侣了。他会真正的珍惜你，而且你们的神圣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不管是哪个族群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是会达到一种平衡的。也就是说，你们是完全相辅相成、具有能量的人，会在你成熟期会在未来到来。而在1年以后的你，非常清晰的一点就是，当下你身边经历过对象，有可能都非良人，都非正确的人。有一些朋友有可能就心碎了哇！我现在谈恋爱，或者说我现在在看着一个对象，我看其实你们在恋爱，你们有可能在暧昧等等啊。说实话，我觉得先不爱的人，先去看透的人是你，所以有可能当下你还会觉得哇，我蛮长情的，我应该不会。过了1年，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或者在那个想去传达信息的时间点，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的灵感和能量。不管你在那个时候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不会让自己完全恋爱脑，你会在一些混乱当中找到一些信息，这是你的天使，你的指导灵给你的讯息，这就是你的高我给你的讯息啊，来自宇宙的讯息，你自然而然的会得到那个指引。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凭着感觉走在过人生的人啊，凭着感觉走没有什么不好，快意而潇洒的人生，完全就是要跟着感觉，而不是就是说限制自己的感觉和欲望，这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们非常需要的就是理解你们自己想要什么。如果我想要的感情里无限的精力，我想要去接近我好奇的人，我想要去吸引我喜爱的人，这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你们需要保证自己能量是充沛的，而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消耗自己。OK，感情里边就是你在等一个你的国王，或者说男生朋友你在等你的这个皇后牌，对吧？女皇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可以定下来，可以去等待自己真爱的时间点了。现在有可能很多朋友你们没有准备好，如果你们在这个平定稳定感情和家庭关系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们会让自己变得更成熟，去支援对方，让你们两个人真正成为你们事业当中的皇后和国王，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有的时候也会拿出你们的情绪来对战彼此。这个人不是你的敌人，他一定是跟你具有同等能量的人。再有就是一些人你们会有权力之争，但无论如何你们的任何问题都会得到一个平稳的解决。因为感情里面我看到你们值得完美的感情，但是很多人如果你们是地下恋情啊、多角关系啊，然后感情里边始终是没有一个定局，或者说你们遇见很多人，然后也会觉得就是说我也在谈恋爱啊，糊里糊涂谈着一个恋爱，但是始终你们现在会觉得你们有很多羁绊，会有前任出现，也会有未来的新人，会让你们在这当中出现某一种迷茫。好吗？如果你们在家庭关系当中的话也是一样，家庭的人太多了，或者你们在感情里边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机会啊，这都是让你们有点分神的时间。有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他也是一样啊，让我感觉到其实你们两个人目前的这个关注重心点都是自我的一种建设，你们都是有野心的人，所以如何去建设自己的这个野心啊，让你们的能量和野心达到一个平衡，这是未来的你想告诉自己的好吗？这是感情上，我觉得你们会有桃花。很多朋友我觉得如果现在一些单身朋友说我没有的话，我觉得未来一个阶段你们也会桃花不断，因为我觉得你们会经历就是说就是说多姿多彩的那一个阶段，就像桃花树开了一样啊。桃花树开了的人不只是一朵，所以你们自己要去甄选一下啊，但没有关系。去体验吧，好吧？是我帮这副牌的朋友看到的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工作事业里边给我们什么样的一层能量呢？看一下事业和我们的个人发展也包括灵性里边我们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好 ，Two of Swords, Six of Cups。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做灵感工作的，有可能你们也是做灵性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是做艺术啊，等等。这个阶段里边的你们其实是追梦人呢，所以说感情和事业一样，你们出现一个追梦状态。所以1年以后，你想告诉你这个阶段的你有可能你会遇见很多机会，然后你有可能很多灵感，你有可能也会碰壁，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处在一个很丰盛的时期。所以说，在事业上这一层来说很多朋友，我们今天抽到的牌是Prosperity Bee Spirit 蜜蜂的精神。很多人你们在未来这个阶段里边财运倒是不错，而且你们会有很多机会，你们会迎接到自己的丰盛，然后你们会有事可做，你们会有灵感可抒发。所以其实你们处在一个让自己的脐轮比较完整的一个阶段，你有可能正在去体验和体会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还有就是你热爱什么，你会不遗余力的去开拓和开发自己这方面的一个能量。当然很多朋友会说我的爱好很小众，然后我一直在去打开局面，当下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坚持自己的梦想。我觉得你们可以让自己取得一个平衡，就是在这个3D 世界里边，你们也是要工作，同时你们也可以去滋养自己的一个灵感。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如果你们已经处在一个丰盛时期，你们会去帮助很多人，你们会用自己的方法和方式，比如说你们说这个很好，这个 consultant， 你们会帮助别人去进行咨询呢，你们会给人一些意见呢，然后你们也会梳理自己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你们的这个财源来自于就是咨询类的呀，要不然就是说建议类的，或者说你们有好的审美，你们有好的灵感，给你们很多财富上面的讯息和机会。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在坚持以往的一个方式，你们需要一个新的方式了，而且你会在未来会自然而然的走到你的比如说你的副业，你的第2事业里边，从而完全的放弃你的主业。有一些人你们在这1年里边是事业的一个转型期，
还有就是你们如果对待现在做的事情也是，有眷恋的，就是我不知道应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把一切交给时间，交给宇宙，你自然而然的会去找到一些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要找第二事业，但是就是哪里能有呢？这个源头在哪？源头在你自己这里，你的爱好和理想，你的丰盛感会给你自己机会的。所以你们是自己的贵人，你也会成为别人的贵人。我看到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完全是自己创造的。对，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你们身上出现这种女皇的能量啊，不管是男生女生，你们其实很睿智啊，有女祭司牌能量，你们很睿智，你们也知道有一些事情什么时候该争取，什么时候不该。今天所有的牌里边出现最多就是7号牌，有很多人你们在这个试炼的过程里边也会试错，也就是有的时候你们还是会有一些转折，但是没有关系啊。对待你们来讲，7其实是一个学习灵性的数字，也是一个对待我们来讲非常具有使命，或者说具有我们自己灵性任务的一个数字。然后 Starseed 的生日数是7号，然后这个频道其实也是一个关于7的频道，所以呢，我觉得跟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连接就是我们珍惜这个过程，我们珍惜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能够去学习到和看到的，这会让你真正的安抚你的内心小孩，达到一个丰盛。很多人你们要安抚的就是你们的这个 Page of Wands 内心小孩。一个倔强的，一个挣扎的，一个流血受伤的，一个有的时候会暴躁暴走的内心小孩啊，不安于世内心小孩，好吧？抓住你们灵感，我看到你们未来会有一些机会，但是呢，有一些机会来到你们的身边的时候，反而你们会觉得这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不是我内心小孩想要的。而你在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一个位置和最优先的一个级别的时候，你会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一些朋友在财运上会有机会，但是有可能要到明年的4、5月份，你们会打开一个财的渠道。那大家会问，哇，现在才是这一年的7月啊，这漫长旅程当中我在做什么？你们在学习啊，你们在觉醒中，你们在调整自己啊，所以这个过程对你们来讲不是苍白无力的。你们在找到自己魔术师和教皇能量的时候，包括宗教里边、灵性里面的能量，你们一定要经过这个旅程，就是孤独的。就是失落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担忧的等等，但是你们会有财富的能量，你们不会是落魄的啊。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其实也挺落魄的，我在找工作的机会，啊，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让自己降低某一种理想和标准，不要说我马上就找一个签一个极稳定的工作，我要一个铁饭碗、金饭碗什么的。什么样的工作你们去尝试一下，因为哪怕有些朋友是一样，好不容易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一个长期的聘用合同的关系，我反而不爱他，我要离开他，这也是你们这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你们可以先降低一下自己的那个标准那个就值吧，就他这个其实你去找其他的工作和做其他的一些事情，零散的等等，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会有属于你的事情出现啊。每个朋友你们的使命不一样，你们一定会有那个灵感出现。在觉醒之后，好吧，你们现在也在觉醒期，但是这是一个探索的时期。一些朋友如果是学业的话，你们会有女性贵人啊，旁边会有女性贵人给你们指一条明路，还有可能是救人等等。这个牌朋友其实你们跟救人的连接很强啊，朋友、家人、感情对象都算。所以在你很波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那么一个贵人，能够帮助你一下。你们需要勒紧自己，就是不要让自己太飘。有些朋友因为你们的顶轮很发达，所以你们有的时候是飘的，但这不是一件坏事，相反，你们的异想天开会给你们带来机会啊。这边有 Seven of Cups 和 Queen of Swords， 你们会有机会，好吧 ？OK， 这就是这个能量了啊。好，事业里边，我觉得你们在挑战潜意识没有达成的，你们在灵性上的学习也是一样的，所以目前跟第一副组牌朋友很像，在财运这件事上有点卡，但是我觉得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怀有这个热情，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不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恼火的、一个倔强的、一个跟自己较劲的局面。如果在财富上是有一些危机的朋友，你们也要一样谨慎投资。还有就是你会发现，越是能够让你内心感觉到安定的、稳定的东西，你越会容易坚持它。只要你坚持它，不管是娱乐项的，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是在网络上，你们有可能就是做那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influencer 啊，比如说主播呀，或者说你们会做一些，比如说自己的 YouTube， 你们会做自己的 Instagram，自己的频道，好吗？或者说哔哩哔哩、B 站呢，都有可能，这都是有可能。但是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也需要去拓展一些新的能源给自己。其实你们蛮容易在这个方向上有发展和为人所注目的。好，这个整体能量我们就看到这儿。下面呢，
我们收拾一下卡牌，因为这个桌面不要太凌乱啊。OK， 我们看一下神谕卡跟我们讲什么。好，首先 transformation 我们看到是大蝴蝶啊，这里边有好多业力的元素哦，然后这每一个都是一个课程。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啊，你们可以拿远一点，帮大家大家可以模糊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在一个人生的蜕变，超级蜕变阶段，就是传递信息当下，你们就是一个 visor， 你们比现在就是智慧多了，成熟多了啊。然后你们也真正的达到了一个灵性上的成长和突破，所以这是一个蜕变的阶段，你再去迎接一个蜕变和考验，你会变成一个美美的有美美翅膀的蝴蝶，然后这是你心里飞出的蝴蝶，这边也有蝴蝶的能量，对吧？对，所以这个牌的朋友啊，注重一下蝴蝶这个元素，对于你们来讲，未来这一个年度里边，你们会蜕变，你们会有新的颜色在你的翅膀上。你的高我告诉你啊 ，I am cherished， 我是被珍惜和真爱的，你是极值得被爱的一个人。所以，无论在感情里边，你们是不是就是正在爱我所爱，但是你们有人爱，还有就是你们的感情关系里面会迎来一轮新月啊。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新月和满月的能量，也就是说新月的能量出现了，你们会真正的在感情里有个新的篇章。真爱的关系，正缘的关系，在你 channeling 自己的那个当下已经快要到来了，但是你们有可能还在等待中，这是一个显化的能量，你需要告诉自己你是值得被爱的，而且你会找到你人生真爱，跟你永远在一起。我看到很多人，这个人跟你一样，你们都有翅膀，然后你们来自异国的，这个人应该就是你的灵魂伴侣，或者是 twin flame， 但是你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蜕变阶段的话，你们不能现在就 reunion 就是重新在一起，不行的。必须要把你们自己的业力课都做好，把你们的每一课都做好，好吧？然后疗愈自己啊，好。所以我们抽到这张牌是 OK，give it to God， 一切就 surrender 嘛，对吗？就是说，臣服放手 ，OK， 我们就随着这个时间的洪流，顺其自然的往前滑动。当你真正的把这一切，把你的忧思、恐惧、担忧，你任何的一个能量都给了这个宇宙。给了上帝 ，OK， 给了高频率的神，你信仰的神灵，你的高我等等啊，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海阔天空，你不会再有痛。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在这一世就活出了很多世里边的一个精华，有可能一些人就是最后一世了，因为你们完成了业力之后，又遇见了你的 twin flame， 这就是你的最后一世。但是没有关系，很多朋友把一切交给宇宙，把你的烦忧都交给宇宙。当你不去做任何事情，不作为的时候，反而很多事情会来到你的生活里边，这就是未来的你能够去给自己的，这也是你当下应该去做的，不要去抓得太紧，有些时候你们要放弃控制了。好，最后我们抽一下天使卡，大家可以去 OK 想一些那个你们的问题或当下你们关心的问题，这个天使卡会给我们建议，也会给我们类似于 yes or no 的一个答案。我帮助大家去连接一下你们的天使，然后也连接一下未来1年后的你，去看一下你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提点和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好吧？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抽牌。好，这第一副牌落在了我的手上，这是第一个天使的 message， 大家也可以想2个问题，然后每个问题都问一下，都是可以的。好，看一下第二张牌是什么，请天使给到我们这个讯息。我们掉下来一张牌，我们选择这张牌，然后这个牌叫Big happy changes， 你将会有一个很大的让你开心的改变出现在1年之后，好吗？好，这是天使给大家所有人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问题或者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选择了这一副的话，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什么。Yes， 叹号啊。びっくりマーク，用日语的话就是 yes， びっくりマーク。你们会真正的就是你们问的什么问题啊，都是 yes， 而且你们真正的会在这个问题里边找到你们的答案的。所以你们的问题是 yes， 天使说
可以，是的，对的，你想这个人可以，然后做这件事情完全 OK，一个成就，一个成功，还有就是一个明确的讯号，一个阴阳的平衡，一个人的回归等等。从这个牌里边看到的是天使给你非常急切的一个答案。很多人这是关于感情的，一个若即若离的感情，一个将近断联的人的感情。OK，一个不在你世界人跟你之间的一个连接，这个人他会回归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有可能男性能量在这个里边是勇气不足 ，OK，他的这个行动力不足，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你要是问他爱不爱你，天使说他这个人是爱你的，但是方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之路上和你们要去拓展的事业之路上，一条新的灵感创意之路上，这个答案是 yes，大胆去追求，他会给你一个 big happy changes， 不是一个，很多个，因为是 changes， 很多改变。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牌，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天使的答案啊 ，trust。相信自己，相信你的高我，相信神 ，OK， 相信宇宙的能量，相信天使和你的指导灵，你的动物指导灵全部都在你的周围。所以你相信的是什么呢？选择到这张卡的朋友们，如果你真正的确信和肯定，以及肯定你和宇宙的连接，你和神的连接，你的内在神性自然而然的会让你去相信你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 yes， 但是你需要去全然的相信，但这种相信不是盲从的。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的灵性指数很高，而且你们很聪明，所以你们完完全全的知道你们的问题，让你们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是哪股能量。好，这是一个北焦点的天蝎七宫，很多人问的也是感情啊，再么就是那个事业的合作啊，或者说你的感情之路啊，或者某一人的想法等等，或某一朋友的想法。我觉得你和对方就是业力啊，前世的业力，今生的业力，给你们的一个课题。你需要去相信这个人，而且这是一个真爱的关系。我看到很多人，你们的这个爱情之路虽然说坎坷，充满了业力的挑战，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你们这一世必突破的，因为这是北焦点。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要问这个问题，你要不要相信这个人，他能不能够真正的达到你的一个理想状态 ？Yes， 你们会出现一个 big happy change， 好吗？你们出现巨大的快乐的改变啊，在当下传递信息能量1年之后，但是同样的就是过程里边你需要真正的相信，还有就是把这个能量也给宇宙、给上帝、给神，好吧？很多朋友我觉得其实你们就是在被近距离观察的，就是你们被天使，你们在被你的高我，你们在被宇宙看着，所以你们是被爱的孩子，但是有可能这一路你们跌跌撞撞的，你们有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会迷茫，但是没有关系。很多人的感情，你们自然而然会得到这个答案，但是得到之后，到底爱与不爱，这一切都是业力以及你们的课决定的。我们不求结果，在这个过程里边啊，因为是1年以后的自己，这不是最终的我们那个源头里边给我们的能量。所以你们要相信的就是你们自己跟宇宙的连接和这个过程，你们是美好的，这就已经足够了，对吗？因为我们3D 世界的一切都是我们眼中的幻象，包括那个时间轴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第2个牌的朋友，相信你们自己，也相信这个宇宙，你们一定会得到你们要的答案和幸福的，好吗？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个时间段之内都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那我们这道牌就读到这里了，很感恩跟大家的连接，也很感恩跟大家未来的那个大家的连接，然后总之是在这个星球当中，我们的连接啊，在不同的线条里边就源源不断啊，跟当下的、未来的、过去的，跟每个人的连接，然后很感恩这一个过程，也帮助了我们，也帮助了整个宇宙去调节我们的频率。希望这个过程里边的我们也是，尊重这个过程，同时也全然的在爱着和相信着，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快乐，好吗 ？OK， 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蓝色水晶咒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3副组牌蓝色水晶咒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超越时空的连接。我们看一下1年以后的我想对自己说什么，看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的状态模样，以及我们的蜕变是什么样的，也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最后也会帮大家来看一下来自宇宙、来自天使的指引和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到选到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整体分析之前，先帮大家导入一个验证的环节，来看一下选到第3组的朋友，你们当下能量是如何的？你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验证，也帮大家去确认一下啊，这个牌的讯息和能量是不是给到大家的。也帮助 Starseed 跟大家做一个基础的连接，好吗？好。看一下第3副牌，朋友，你的能量 ，OK，Two of Pentacles， 我看一下啊，大家状态是什么样的 ？Five of Swords， 好，看一下第3副牌，朋友 ，Six of Wands。最近呢，你们会觉得啊，首先你们在当下如果面临一些选择和困境的话，你们会觉得进退维谷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自己呢身担重物。然后周围没有人能够帮助和支援到你，反而会给你添很多麻烦，甚至有的时候你会遭遇到一些不良好的人事物的攻击，比如说小人呐，或者是暗中去想要去扭转一些事物的人啊。对你来讲，其实现在你是一个很想让自己与世隔离的一个阶段，你希望你能够完全的做自己。很多人你们现在不喜欢出去社交，然后也想要一个人多来静一静。生活里边目前呢，有可能是让你感觉到一些苍白和无力的。更多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对待胜利、对待未来有这么一丝期待，但是又缺乏去完全争取它和相信它的勇气。因此呢，你们有可能会点开这一则视频。有些朋友感觉到你们在感情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吧，你们处在一个波动和繁忙期，有可能你们也面临多重的选择，是进是退，或者说选项 A 还是选项 B 之类的。但是其实你们会觉得啊，我哪个都不想选，因为你现在会觉得自己蛮辛苦的，而且哪一个选项对你来说仿佛都不是一个最优解。有些朋友我觉得啊，这边有张的 Star 逆位，星星牌的逆位啊，你们确实在这个能量场里边有一点缺乏希望，有一点觉得自己就是或者说你们巨大的一个希望被打破之后，你们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能量去往前走了。Page of Cups， 我觉得其实你们心中是有爱的。Six of Cups 逆位，我们这边有一张6号牌逆位，你们心中是有爱的，你们心中其实是有一丝期待，但是你不希望自己有那么高的期待，你希望自己能把这个期待扑灭一点，或者说让它淡一点，这样有可能你的失望会更小。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在当下你们会觉得，是的，我有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个人有一件事情我很想要，但是他不来我的生活 OK， 我可以保持这个姿态。OK， 你们有的时候会去回忆过往，甚至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那个过往是更加美好的。你有可能在回忆小时候，再回忆几年前，或者在回忆几个月之前你和一些人的交往，以及那些美好的纯粹的一些经历能够给到你的。我看到这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内心里边会有一种感慨，就是是不是人生在越往大了去成长，能够让自己看到希望，能够去确信东西越来越少。你们也正在去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有可能你们希望能够去调低自己的期望值，这样你们敏感而纤细的，并且很纯洁那颗心永远都不会碎。你们是抱有初心的人，但是在这个 3维世界里边啊，外界有很多冲突，内在也有很多冲突的反射，会让你们觉得你们很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们停留在回忆当中，如果之前一个阶段的感情或者一个人，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啊，还是说情感对象，现在不在你的世界当中，你很怀念和喜欢去回忆那个阶段啊，有一些伤感以及伤春悲秋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要抱抱你们，看得出来其实你们有可能经历过让你们并不喜欢的一个阶段，而且现在你们自己有可能对自己也未必完全喜欢得起来。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啊，即便是你们自己是很强大的人，你们现在也需要一个时间给自己去休整一下，去找回你们内在的能量，因为现在你们的能量的流动和流淌其实并不是十分顺畅的。你们有可能给一个部分或者一个人或者说一个领域过多，你给另外一个就更少，这样的话你会长此以往，你会形成一种没有平衡感的感觉。这也会让你觉得这不是你想要的，因为其实你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们也是那一种很怕自己的理想被伤害、变得失望的人。理解你们啊。好的，第3副牌的朋友，大家当下的状态我们看到这儿啊，我看到一部分朋友可能你们有一种挫败感，这种挫败有可能来源于你们一直以来计划的想要实现的事情，有可能是工作，有可能是
财富，有可能是情感当中的，都有可能。一些人其实最大的问题来源于感情啊。如果这个感情对象让你觉得啊如此深爱，但同时又没有办法将它完全实践成真，你们会很想保护自己内心当中最纯洁的那个爱，不管外界有没有去否定它、否决它，或者让你感觉到任何的冲击性。我觉得你们在爱里边是不想放手的，但是又不想有希望，所以这个能量有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比较纠结，所以你们就定在了原地啊。如果是合作，如果是工作的话，也是同理的。你们现在有种有点进退维谷那种感觉了。好，我们看一下啊，1年之后传递这个讯息的当下，因为大家要看呢是1年之后的讯息啊。那个当下大家能量是如何的啊？第一张就飞出来了 ，Seven of Wands， 相当积极的一个能量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突然想到自己啊，想到1年前的自己，想到某一个场景，想要说一些话的那个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之内呢 ？King of Swords in Reverse 啊，看一下1年之后的你。Ten of Cups in Reverse。The Hanged Man， 我需要去 clarify 一下这个牌卡的意思。Eight of Swords， Eight of Wands， 不错，很积极。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们相当的潇洒和自如啊，为什么？你们终于把自己眼前的眼罩啊，我们这边看到张 King of Swords 啊，拿着一把小刀，然后正在去开很多信件啊，对，然后他会这把刀的能量，这把剑的能量啊，会把这个 Eight of Swords 女生眼前的眼罩割开、解开，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这样的啊。经过了这么一个阶段，有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讲，数个月的漫长的一个阶段过去了，你们突然有一种想要积极的去面对当下那个能量。很多人你们看透了这件事情，从0到10啊，从无到有的又到无的一个过程，你们全部都看清了。所以这并不是安慰你们，而是你们真正的理解了那个这件事情内在的智慧是什么样的，而且你会用一种积极的手法去争取它，而且这个手法有可能跟之前的你的做法都不一样，你会非常聪明的去理解这当中的奥义，不管是跟宇宙的连接，还是跟这件事情跟这个人的连接，你都会更聪明的去争取它，拿起你手上的权杖或者说魔法棒，而不是僵在原地。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自己和整件事情，有可能你提高了你的维度，所以说你不会让自己再困在原地了。其实你在一个丰收的时节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生她周围有一些丰收的果实等等掉到地上，但是她却不知道会不会踩到宝剑，会不会让自己受伤害。但其实呢，这个阶段里边，你们其实是会通过你们的指导灵和你们的高我以及宇宙，得到某一种能量，让你解封和解绑。很多人，你们在那个1年之后想要跟自己讲的话，或者说想要传递能量的原因啊，就来源于当你们觉得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甚至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达到一个圆满了。感情也是一样的，这个人那就差一点点，我不应该等他吗？在那个时候的你，反而会觉得你会迅速的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一个结果，而不是僵在原地。所以一些朋友可能在当下想问某一种问题，就是我是等待呀，还是放弃呀？我是应该选择 A 还是 B？ 我是应该往前走，还是退一步呢？对，那个时候的你，1年之后的你会告诉自己，你自然而然的会用你自己的方法去争取，而且你相当的潇洒和自如，因为你不再僵在原地，也不再那么 care 那么多人的想法，你不再 care 会不会失去什么，因为其实当下的你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失去，反而当你争取了之后，你争取的每一分都是自己的。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打开你世界的钥匙，你有可能拥有了自己的爱好，你有可能又把自己的这种创造啊、爱好，还有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又延展开来了。还有一些人，你在心里边不再去困在一个镜花水月的情感，或者说镜花水月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元素当中啊。
我觉得其实对于你们来说，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你美好回忆的一个篇章。还有说你当初的那些向往啊，你当初那些被卡住的部分，都成为了一个篇章。而当下你反而变得更加成熟了，你从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解脱了。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在哎，anyways，我不知道啊，你们在走一个离婚的或者分手的过程啊，有些朋友你们确实是要离开一个漫长的生活阶段，对于你们来讲非常的难。但是这并不是一件你跨越不了的鸿沟，你做不了的事情。相反的，不再困住自己，你的指导灵，你的高我，宇宙自然而然会告诉你，你应该拿起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去为自己的一个美丽、幸福的丰盛的人生去进行争取。那个时候的你更加具有智慧，而且更加的积极和平和。再有就是你会干脆断舍离，放弃那个不属于你也不想要的，你已经不想要了，在那个时候。所以你会变得相当的积极。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你会拥有一个Empress 国王牌啊，你会拥有一个能够去保护到你的人，不管男生女生，能够去保护到你的一个形式，有可能是职业，好吗？在那个时候你是被保护的，你有你自己的灵魂团队，还有就是你身边簇拥着跟你是同盟的人事物以及灵。还有一些朋友，你真正找到了人生当中可以去依靠的港湾 ，OK， 可以去奋斗毕生的你的梦想的事业，那个能够去罩得住你的人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是国王。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你会觉得你内心更加的丰盛，而回忆过往，回忆当下的一个阶段，你会觉得你做了一个极其正确的选择，你在感谢自己，你也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提点自己，不要困得太久，你可以再往前快一点，再快走2步，因为结局不会改变，好吧？这是我看到1年之后的大家呢，去想传递信息的时候，你们的能量是如何？一些朋友你们确实经历了分手啊，然后或者是契约的解体，比如说你们在一个公司长久的效力和任职，你会解体这个契约，你有可能从这个当中真正的自由和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相当自在、安逸以及丰盛的人，好吧？没有安慰大家啊。好，我感觉这个牌的能量我很喜欢，所以说我们继续来传递一下啊，那个时候的我们啊。给我们当下的自己的讯息是什么样的？我们给了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好，首先从整体来看啊，Hermit in Reverse， 这张牌是什么 ？Seven of Wands， 一样的，这2张牌都是权杖的7号，好吗？好，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Nine of Swords。如果现在你想不清楚啊，当下的你，我就不要用第一人称了，就是用你这样的一个形容吧，传递给大家。如果当下你想不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去努力，你会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一个结果和反馈而焦虑的话，不要担心，你自然而然会得到宇宙给你的能量，你会得到信息。如果有可能这是之后的，有可能让你觉得时间不对啊，拖了你很长时间，甚至你会觉得你自己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之后，自动的就选择了放弃，因为你不想一直被吊着。所以当下这个牌的朋友，1年多之后的你啊，有可能是1年，有可能是1年多之后啊，在那个当下的你想告诉自己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残忍的钉在原地，你需要一个非常爽快利落的断舍离，这会让你逃离一个非常纠结的局面，让你经常有火气啊、暴躁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束手无策的一个局面，你需要自己去斩断它和切割它。有很多朋友在未来的3个月9到10月之间，你们自然而然就会为这件事情而努力了。为什么而努力？你不是在争取，你是努力的让自己去逃开和离开某一个让你不舒服的现状。你会让自己潇洒、大胆和自如的跳跃出去，而不是停留在这个圈圈之内。你不会自己一直在对，供养自己的能量啊，给当下一个不再去支援你的、不再 support 你的一个环境。有很多人，我觉得啊，未来的你告诉自己，你值得丰盛的，而且你是值得极其稳定的丰盛。你会自然而然得到一个新的讯息和新的机会。在你真正的做了某一种断舍离之后，很多朋友你们断舍离在2到3个月之后，你们会真正大胆的做一次，而且
那个阶段你们有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种留恋感、彷徨和无奈的感觉，你甚至会觉得，哎，我要是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后果是怎么样？你们会想过好多好多次，就是真的去做了这个决定，我会如何呢？但是未来的你告诉自己，你不会后悔，你会在这当中得到你意想之外的很多很多，包括稳定性，包括金钱方面，包括感情里边的那种，呃，对，和谐的、对等的一个承诺性的关系，你会得到的。其实你最多的信息来源于宇宙，所以宇宙自然而然就会告诉你如何成为一个丰盛的你，对，如何让自己处在一个稳定而最佳的一个状态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现在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们有岔路口，你们在做选择之类的，未来一年你告诉你自己，有可能你做的选择并不是100%正确的，你要去重新 review 一下，重新看一下你在做什么样的选择。还有一些人就告诉你，自己啊，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的是什么？不是说不让你去就是说不让你去做这个断舍离，而是不要放弃对自己的这种坚持。你不要放弃去跟环境抗争，也不要放弃保护自己。还有就是你现在需要去迎战，而不是僵在原地，而不是我再三思索，你需要去迎战了。有很多人，你们的战争来源于什么？有可能是感情里的，有可能是人际关系里的，有可能是你们想要去创造的一些物质里边的啊。迎战，迎战的一个状态就是你需要拿出你真实的态度，去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切割和划分你的区域、你的权利区域等等。我们之前看到2个宝剑的逆位，宝剑人物的逆位告诉我们啊，有的时候你其实欠缺一些理智，或者说你周围的能量啊，会让你卷入一些复杂的思索当中，甚至又有一些言语上的、口角上的斗争。但其实他们终其结果都没有给你带来一丝光明，甚至会让你觉得更加心累。所以1年后的你告诉自己是不要鏖战在这个地方，你需要去在你的一个舒适圈和一个理想的范围之内发挥你的能量，你需要去做自己的东道主，而不是在对方的领土之上，我们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挣扎。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在当下你们非常的需要去着重于你们自身的那个能量的恢复和你们的一个稳定性，你们需要回归家庭，你们需要有一个极其稳定的一个状态来帮助你们去得到宇宙的能量、高我的能量，你将会回归到你的本源去啊。对，你的未来，你告诉你自己，你将会回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在什么时候？在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4月之间，好吗？这六个月嘛，在这半年的期间，你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回复和转变。如果之前你会觉得我自己已经沧桑了，我自己已经被累得不行了，我已经快顾不上自己了，你会重新的去顾自己，你会重新的去爱自己，你会重新的去找到你人生当中真正的希望在哪里，而不是现在。很多人，很多朋友。未来你有可能在劝自己去做一个切割，但是 Starcy 在这里是中立的，就是你们完全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同时你要问问自己，我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你可以给自己一个 deadline，比如说，或是 due day 啊，比如说我再给我自己2个月的时间，我再给我自己3个月的时间。很多朋友你们不需要太长的一个时间在憋在这个地方了。有一些人有可能这是你们的专业理想，这是你们对待未来的一丝向往，你们有可能会觉得把握它，你们还有一丝机会，但是你们的机会其实是无穷的。当你们退一步，你们会发现，无论是机会也好，还是你们自身也罢，都变得更加的海阔天空了。你们现在非常需要原生家庭，或者说你周围的亲密的能量啊，给你一层支援。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你觉得啊，我原生家庭也无法回归，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亲密的能量、亲密的感情关系能够给我稳定性，自己去创造它，它就在你的内在，你的内在就是一个稳定的神殿。你需要去回复自己的同时，也让自己觉得我的海底轮和脐轮都在变得更加稳定。你需要去修复它，让自己变成一个安稳的状态，这样才会让你的头顶轮散发光芒，让你真正的去体验到能量、信息以及爱的那个频率，好吧？好，这是第一个讯息。我们整体上来看完之后，看一下啊，关于感情和事业，我们各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讯息？首先在感情层面，我们看一下啊，未来1年之后的你在感情这件事上对自己讲什么？Eight of Cups， 好。Two of Wands, Eight of Swords, Knight of Swords in reverse, Temperance,
如果一个局面，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现在如果不是单身的话，你们的感情状态其实并不顺利啊，有可能要么就是周围的人事物的纷扰，要不然就是你会很想自我保护，就有一些人已经侵略到了你的一个安全区域。会颠覆你的一种稳定性啊、疗愈感。所以说呢，你自己在告诉自己，你的未来无限的宽广，你适用于当下的话，你不需要让自己再停留在原地了。如果你在等一个人，如果你在暧昧拉扯，如果在一个长期关系里边你得不到支援、得不到能量的话，你会拥有更广阔的一片天空。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现在跟对方在冷战呢，不是热战就是冷战呢，要不然就是拉扯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会让你们觉得十分的心累。还有一些朋友，你们需要怎么都是一样的卡牌啊 ，Five of Swords 啊，宝剑的5号，这边是金币的2号啊。然后刚刚我们出现的这个什么权杖啊，宝剑的骑士等等又重新出现了。我觉得一些朋友对你们来讲，如果你们现在有2个选择，或者说如果你们现在会觉得我不知道我没有自信心在去坚持和给予能量了，你真的需要在感情这件事上重新理解你自己能够和值得拥有什么。有些朋友如果困在一个原地很久了，在未来的半年里边，你将会看到人生最新的风景，也包括人也一样啊。一些人如果他真的是让你觉得难以去融合的话，你们需要再退一步啊，不只是给他空间了，还有就是你需要去给自己做一个全新的选择了。很多人指向都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的暧昧关系，或者说一个人你长期在付出你的能量给予对方，你不需要再为此而坚持，因为有一些事情它并不是在当下就是平衡的，很多时候宇宙的平衡它来自不同的时间线，在不同的一个对的时间会给予我们对的能量，所以大家不要去纠结我到底能够取得什么，我能够有什么样的回报。相反的，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需要大胆的去接受某一种现实，就是你要做你自己了，而对方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觉得有可能你们经历了一些烂桃花呀、风雨飘摇的一个状态呀。我这3张5号牌在最后，让我感觉到第3副牌的朋友啊，未来1年之后的你想告诉自己的就是，当下的局面和环境，就是在未来有可能是4个月，有可能是半年之内，你并不一定能够遇见那个非常合适的人，或者说跟对方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但是经过了那一个阶段，你自然而然的会，就第2人牌又会出现啊，就是理解到我想拥有的是什么，就是谁是我呀，我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状态当中一直坚持呢？很多人你们会选择放弃，这是1年之后你给你的能量啊，你会选择放弃的，但是不是当下。有很多朋友，你们现在还在坚持放弃，或者说选 A 选 B， 或者说我应该怎么办这件事情里边徘徊，你们在半年之后不会，而且你们会做一个让自己很舒服的一个非常健康的决定。是在感情上的，如果是稳定的关系啊，如果是你们现在在一个很和谐的状态之内的话，有可能在未来这半年里边，多少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种累觉不爱的感觉啊，就掺杂了很多比如家人、亲人、朋友的能量啊，而你们其实是对待感情的纯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你们受不了卷入那么多的这个矛盾、压力和争斗当中。很多时候，当你缺乏了这个能量，当你缺乏了这个 balance，你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一种匮乏。很多问题它是积少成多的，是从细节上来的。如果当下你们会感觉到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已经有让你觉得不怎么太舒适了，或在未来1-2个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能量，你们需要保护自己多一点啊，特别是在家庭里边，你们有很多家人，你们有很多同事，你们有很多朋友，但是最重要的一定是你们自己，而不是任何人你都要有求必应，好吗？好，我还有看到一些朋友就是金币10号啊，不用再洗了。就是说我觉得有可能你们目前的这个家庭状态、情感状态都面临着某一种改变，不能说崩盘，我觉得是改变，但这种改变其实是好的，会让你变得自由，会让你从一个长期的被拉扯住的状态里边解绑。所以呢，在感情这件事上，不管在什么样族群的朋友，你们需要给自己半年的时间去重新回复你们的能量，去打开你们的能量，这是一个很多大行星逆行的一个阶段，也包括未来来看这个视频占卜影片的朋友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去特别的担心，但是当你们叫不准一件事情，当你们不确定的时候，不要逼自己做最快的选择啊！只是1年后的你在告诉你自己，当下你看到的一些情况，你盖到一些讯息，你得到的一些能量，有可能它并不是在1年之后的你仍然会坚持的。
你会改变的，你早晚都会回到一个更加良好的状态去，但是有可能并非当下，所以这半年里边对于你们来讲，有可能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或者对于你们来讲，有意义，但同时呢，会让你们觉得有一些彷徨的一个状态啊，彷徨这个词对你们来说，好吗？那我们进而再继续看一下啊，在事业里边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能量呢？事业、金钱方面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什么样的 ？Three of Cups， 看到一张圣杯3号啊，好 ，Ten of Swords， 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一个合作，或者说你们的一个工作，你们跟一些人的一些对接啊，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就是有一些人他会离开你们的生活，对。对，比如说长久的合作也罢，阶段性的合作也罢，就是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所以说，未来的3、4个月你会经历过一次离别啊，工作上的也算，然后合作上的也算啊。然后很多人，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呢，其实你们都不喜欢这个离别，但是你们的想法有可能已经开始渐渐的南辕北辙，所以这是一种四散的象啊。很多朋友，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事业也好，工作也罢，你们也在经历一个重整自己的阶段，你在找自己更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心中现在是比较受伤的，你们有种受伤的想法，就是累觉不爱了。然后我不知道未来我能够怎么去争取。很多朋友，我觉得1年之后，你再告诉自己啊，这几个月，这半年之内，其实你也一样啊，在情感和事业上会有那么一点卡住，但是没有关系的啊。到了明年的3、4月份，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目标和方向会重新的整理，而之前一些离开你的人事物会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边，让你达到一个纯粹精神上的理性平衡以及智慧值。对你们，我觉得其实一些朋友啊，你们的压力都来源于人的压力，就这些牌大家可能看到并不是很好底下的，它来源于一些人的压力啊，有一些人会给你言语上的这种，哎呀关照啊，然后有一些刺激啊，或有些人他们直接就让你觉得怎么是跟我想的就不一样呢？一些朋友你们一定要注重人际关系，一定不要在一些交浅而言深的那句话怎么讲？不要在一些交往比较浅的，或只是跟你有合作关系人面前太多的曝光你自己的一个能量，你需要把能量收回到你的身上，不然的话你有可能被伤害到，好吧？所以说我感觉到啊，对你友善的人事物，有可能在这半年当中，会让你觉得已经变了感觉。但是你们的理想永远像星星一样高挂在天上，而且这是一个你们灵魂家园里边非常稳定的一个象，也就是说，你们一定会取得你们想要取得的那一个理想和目标。我觉得你们是有高目标的人，这是为什么你们很难跟一些视野不如你们的人达成一个合作，或者说统一。有很多人你们有可能一直在找你们的灵魂伴侣啊，等等啊，但是他们其实每你遇见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们不懂你，他们依旧不懂你。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经历了一个灵魂的暗夜，或者说你们和你们的双生火焰现在处在一个分离期，这个分离期或长或短，还有灵魂伴侣也算啊，这个人的回归有可能要在明年的2到5月之间，所以未来你在告诉自己会回归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但是这一些疾风暴雨到来的原因，就是你一定需要在你的人生里边做很多断舍离，物质上的也算啊，不需要的事都不需要的物品，你要把它从你的生活里边切割出去，也包括人在内，不需要的人，也包括你手机里边、你的 iPad 电脑里边的旧照片，你需要去整理一下，这全部都是一个能量，而这些能量会让你觉得很混杂、很累。当你的能量向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去汲取你的能量。还有一些朋友，你如果在金钱上想问一下啊，下半年的这个事业的话，警惕合作，警惕投资，因为在明年的2到4月，你才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收益啊，1月有可能就会开始。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啊，你们其实在投资和一些事情里边做的还蛮大的啊，你们是比较大篇幅去做事情的人，然后你们真正的激情和新的开始，有可能会出现在半年以后，而今年这小半年的时间，我们总是看到这些5号牌，你们一定要警惕一下周围的人、周围的事，跟你们进行合作的人啊，给你们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可能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已经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那赶紧的啊，去做一个我觉得是做一些动作，让自己处在一个稳定而安全的范围之内。因为其实你们的本色 ，OK， 你们的本色其实是一个金币的皇后，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拥有很多，而且你们是不容易被动摇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啊，当下的你们所经历的一个阶段，却是这个宝剑5号的阶段啊。Sorry， 我去找一下卡牌。
宝剑5号的阶段，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这个阶段里边，我看到有很多人，你们去接受的压力和挤压还有竞争是让你们觉得非常心累和辛苦的。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你们，就是回归到你的宝座上，无论男生女生，回归到你的宝座上，安居乐业，而且丰盛，你必须要去付出你的努力。对，因为你要顶着这个王冠啊，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好吧？好。一些朋友，我觉得这就是爱情关系啊。有一些人，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可以去坚持，但是时间久了，你往往会感觉到啊，就这件事情它真正的价值感和含义在哪里，在未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了。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牌卡。其实我觉得啊，1年以后，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很多人你们都是半年以后或1年半以后啊，如果不是在明年的春天，就是后年的春天，就大家不要觉得啊，怎么这么久，我是不是要完了？不会啊，因为你越早的去有这个觉知，有可能你就会越快的找到属于你的一个平衡点，这件事情就解了。所以说未来的你为什么要给你传讯，是希望你能够去像魔术师一样，拿出你真正的一个能量和能力，拿出你的爱，去做出一个全新的稳定的判断，而不是在当下风雨飘摇当中继续去坚持自己。这就是你想要告诉自己的，和为什么他会来到今天的占卜当中，未来那个状态的你会来到今天，好吧？今天我们抽到这个第1张神谕卡 The Fountain of Youth， 青春之泉啊，有些朋友你们需要去回复自己的能量了。青春之泉是一眼温泉，它是灵魂家园里边永不息止的一个可以让人回复能量、回复青春活力的一个源泉，好吗？无论男女老少来到这个泉水的附近，去畅饮这个泉水也好，去洗净自己身上的负面能量也罢，你会变得更加的年轻，而且拥有初心一般的活力。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做净化了，再有就是你们的指导灵和你们的家族，你们的灵魂家族在帮助你们，让你们恢复活力，就从不管是外在的身体上的，还是说心灵上的那个活力，你们正在去恢复它。有些朋友你们需要去接近水源，还有就是去净化你们的能量，把负能量和周围的人给你的那些能量排除掉，你将会重新恢复活力。有很多人你们在个人的精神状态之上会变得更好啊，在这1年多以后，这也是你打开自己能量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多做净化，好吧？多去连接你的灵魂家园，比如说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你的祖先和你信仰的神灵，帮助你做这一件事情。好，有些朋友啊，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不管遇见的是好和坏，你们都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去放宽你们的身心灵，去打开你们的第3眼，去迎接宇宙的能量，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感恩和让自己变得更大。所以我感觉到其实6这个数字啊，336，你们其实现在在做一个灵性课程哎，你们在做一个灵性课程，这张牌也是一个42，这是一个3个6字，所以说你们不要太在意物质世界里边给你什么样的反馈，你们需要去放下这层执着，让自己往灵性的方向去走2步，你会发现其实你会得到更多的快乐，而且你会海阔天空。有很多人这些课都是必然的，因为你的灵魂必须要在这一世里去完成这个课，虽然说艰难，虽然说痛苦，虽然说纠结和波折，但是你一定会在这些选择里边选到那个属于你的选项，成为你更想成为的人，你将会拿到你的魔法棒。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修的虽然是感情课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感情课，或者说我在学课，然后这个黑板的背景吧，这个黑色的背景看起来就是爱情，但其实你们学的是上面的那些字，也就是很多人你们会在这个过程里边Peaks of joy 会得到巅峰的快乐。从哪里得到这种巅峰的极致的快乐？我们说肉体的享受永远都不及精神的享受，而精神享受最高级的快乐是什么？是你灵性上的获得。我觉得还有就是你们真正的能够让自己从某一种环境当中解脱和得到释放，以及得到那种大的喜悦和自由。我觉得每一个人你们去真正领悟啊、觉醒和感悟啊，也包括得到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灵魂去得到的方法有可能都不一样，但那才是一个巅峰至极的快乐。宇宙在那教你啊，让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突破当下的一个局面，不要去太在意物质世界，去感受感应这个过程里边给你什么。
你将会变得更大，你甚至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快乐。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有趣啊，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很被保佑的，而且你们有可能有一定的积淀。在灵性上，在宗教上，但是当下你们有可能走的有点迷啊，就这样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要去否定自己啊，也不要否定自己的任何一个过程，它都有内在含义。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首先，你的高我在告诉你 I will rejoice， 你需要让自己去享受。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是艺术吗？艺术、舞蹈、音乐等等吗？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做这种创意类工作的啊，我可以看到其实你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好的接近你的灵魂的本源，你需要去享受艺术或者说生命里边一些美好的东西，你天生的热爱带给你的，当你去创造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的具有光亮，你的头顶轮在发光，因为其实你身上有一个创意的女神，或者说有一个灵感的缪斯等等。有很多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反而会因为一些纠结去激起你的灵感，把你重新的推回你应该去走的一些道路上，也包括一些创造性的道路上。很多朋友我可以看到啊 passion， 也就是说你在找自己的激情，这两张牌其实姿势是非常像的。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你们就是遇见了很多选择题很难，但是你们真的可以把任何一件事情都做好，同时做好，这是你们天生的一个，我觉得是你们天生的一个对天赋 gift。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面临选择的话，选择那个让你有激情的那个，而不是让你有稳定性的。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如果在当下你们正在，比如说我一个人要做好几份工作呀，我要做副业，我要去学习等等，你可以做到，你一定可以做好，但是你需要排除外界给你的干扰，就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给你的什么信息啊 advice， 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燃烧，而找到真正的你。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正在去点燃你们的脐轮和你们的太阳轮，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光会发得越来越大。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通过这个脉轮的梳理，你们会真正的打开你们的头顶轮，然后让你们自己真正的理解你们想要拥有什么。当你们头顶轮打开，其实你们的显化会变得更加的有能量啊。所以最后呢，然后宇宙在告诉大家 reach out。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需要去寻求帮助和支援，但是有可能并不是你周围的人，你需要去找宇宙，你需要去找你的指导灵，可以的话去祭拜一下你的祖先，你信仰的神灵，或者说你自己去就是感觉有连接那个体系，你需要 reach out， 你需要去连接了。很多人我觉得你周围的人事物永远都帮不了你，反而在未来这几个月当中让你很心累，而你真正应该去拥抱的是你灵魂的源头。我们说 source 是吗？还是什么？anyways 我们不在这里边讲这个关于语言方面应该如何去表达，只要大家能够 get 到，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不是 Starseed 想要传递的，不是我主观想要传递的，而是这个卡牌里边真正的一个含义的话，你自然而然的会用一个接纳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所处在的一个位置，现在你们需要去调整一下。你们需要真正的去连接和寻找那些完全可以去帮助到你的能量。很多人是指导灵，很多人是高我，很多人是来自于前世的一个能量，他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讯息出现，你们是谁的贵人吗？有可能，但是其实现在这一个短期的阶段，没有人可以成为你的贵人，你也无法成为别人的贵人，因为现在这个能量看起来就是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心累和阻塞的，和卡顿的，还有就这样的一个能量也会让你切断跟外界的某一种连接，但你需要重新的主动的去修复某一种连接，这种连接是来自于你的指导灵的，而不是说某一个特定的人，真的不是他们。然后你一旦去跟人连接，就会陷入一种混战的焦灼的一个局面当中，让你心碎，让你受伤。所以说呢，你们要寄希望于自身，还有就是真正能够挽救和拥抱你们自己的，一定是你和宇宙之间的契约和约定，它会让你们变得更加的坚定和更加的拥有自然的能量，就是这个能量不是我们硬挤出来硬凹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的通过一种快乐，一种舒缓，还有一种开怀去得到你自己应该得到的。
我觉得其实你们是那种在某一个阶段嘛，比如说风雨飘摇里边非常不容易的一群朋友，但是当你们真正达到了你们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一你可以做的更多，二你可以去完全的掌握这艘小船，飘到你灵魂里边的 paradise 这个地方，你一旦去了，你会发现，哇，我居然有这么美好的东西，就完全就是跟之前的人事物都不在一个频率，你自然而然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因为我值得，好吧？好，我们最后看一下啊，天使给我们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可以想一个问题，我们会抽2张，然后也可以想2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去抽，抽起来啊。然后我帮大家先把这2张牌找出来。好，第一副牌的朋友们，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yes or no， 或者是建议方面都是可以的。看一下天使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应，好吧？好，大家想好问题了吗？第一张飞出来了。好，我们再抽一张，用第2张啊。大家想一个问题，想一个建议。看一下第2张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是yes， 好吧，我们把这张 yes 放在这儿啊，我们帮大家再抽一张，我们需要在 yes 以上得到一个建议。这卡牌飞出来了，好，我们选择调到 Starcy 最近位置这张，好，大家想好问题了吗？我们看一下第1张牌的朋友，你们的问题答案和建议是什么？好，我们揭晓一下啊。Big happy changes。这张牌的朋友啊，因为我们这张调出来是 yes， 这不是给第2副的，因为它是正面调出来的啊。你们会取得一个很快乐的、很大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很多个改变会逐一的发生在你的生活里边，让你扭转乾坤啊！就是之后的你有可能是快乐的顶峰，你有可能是激情的源头，你有可能真正的跟你的灵魂家园连接了起来。但无论如何，这个快乐和丰盛的能量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会影响你。很多人，我觉得你的这个能量其实来源于你内心的安定感，并不来源于你原生家庭的某个人，还是感情的、事业的等等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不管是合作还是跟人的关系，最大的人永远都是你，所以你要调整好自己，不在内心当中纠结和担忧，还有就是苦涩和憋闷，你需要去冲破这层障碍。天使给你的答案是 yes， 如果你想做什么改变，这个回答也是 yes， 好吧？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哪怕你的心很累，有些朋友你们土星回归了，还是土星逆行过程里边，你们实在是做任何事情都很卡，它会像瀑布一样来到你的生活里边，在一个对的时间，以一个你意想以外的形式来给你一个惊喜啊。OK， 好，这是第1张牌，我们看一下第2张牌，天使跟我们讲什么？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呢？第2排的朋友 ，Don't stop， 不要停止啊。走下去 ，yes， 也是一个 yes， 也就是说，天使在告诉你坚持住啊。如果当下你面临的一个金币2号是选择困难什么样的，我们刚刚说坚持的是什么啊？坚持的不是我们在这死倔强，我们在这倔强在原地，而是你要坚持的是维护你自己内心当中那个能量，去坚定不移的走向你想要拥有的。你们是值得的，你们内心的那个希望，就像那个星星牌一样的希望，是可以成真。很多人有可能是在1年中，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OK， 你们有点与世隔离，然后你们心里面有一种孤傲的艺术家气质啊。不要停止，继续去做它，你们会得到这件事情给你的回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有可能会觉得挺举步艰难的啊，就是很让你觉得应该往前还是往后，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任何的事情它都有内在的一个业力和含义，而且这是你们的灵魂家园的源头的父亲非常想让你们去学会的，就是付出几分得到什么。你们会从这个过程当中也平复你们的业力，就任何一件小事都是一个业力的平复，都会让你们去更加清楚和清晰的看待你们的未来，好吧 ？OK， 那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都解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也连接到大家的能量，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里边，早早的去迈向属于你们的全新的改变和你们快乐的，我觉得是怎么说呢？青春回复嘛，活力，对。活力满格，对，
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将会迎来这样的一个阶段。我看到你们从身到心到灵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在让你们变得更加年轻，从外表 OK 到气质到你们的眼神，都会变得更加灵动啊。现在你们的人生有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哇，我每天真的是呆呆的啊，我感觉人生一潭死水了。不会的，你一定会突破这个局面。前一条件就是动起来，对，去抉择，而不是被动的让宇宙给我们一切。我们需要迎接，张开我们的双手，去许下你的愿望，去显化它，完成它，好吧？好，感恩大家，然后也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啊。今天我们的卡牌就写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